这么香，给我生个奶香味的仔仔吧。小狐狸被反派大佬狂撸猛吸，它委屈巴巴地抖动狐狸耳朵。主人，我是公的，生不了啊。大佬一听更兴奋了。奇乐意外穿越末日世界，此时还被主角团们当做一种包围。本以为卖萌就可以蒙混过关，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大佬是重生归来。对于这只上辈子没有出现过的小狐狸，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在奇乐悄悄摸摸打量男主时，好可爱的小狗狗啊！旁边一个胖子伸出手想要摸它，他当即竖起尾巴，亮出爪子作为警告。嘶，好凶啊！胖子讪讪收回手，转而从兜里掏出一根火腿肠想喂给奇乐。小狐狸嫌弃的扭头。这时站在一旁的女生突然开口：“你们小心点，这地上都是丧尸的尸体，这小家伙杀了不少丧尸，有可能是变异种。”奇乐尴尬的挠挠小脑袋，这些是他刚穿越来时碰到的丧尸，顺手就将他们拍死了，所以才引起动静，被主角团们发现。不能吧，就凭一。马成不相信的走过去想抓住奇乐，我们不如把它烤了吃了，它看起来很肥美，说我胖还想吃了我。奇乐张开大嘴，犬齿深深咬在向自己伸过来的大手上。马成传来惨叫声，周围的人被吓得退后一步，除了顾行睿没有反应以外，也就是方才说话的女生。他向前一步查看马成的伤势。月梦，不要靠得太近，万一那狗有问题，马成被感染了呢？一直站在人群后的周晨涵阻止蓝月梦上前，可是我觉得它不是狗，更像是狐狸吧。蓝月梦看着那白狐不像是被感染的样子，而且在这乱世这么久还能一尘不染，想必也不是普通的狐狸。管它是什么呢？它现在对于我们有未知的危险，先除掉它吧。说着就用水球去攻击奇乐，杀伤力不强却很粘人。奇乐感觉到那水球里蕴含的能量不强，但是他不喜欢这个形态被水弄湿，会很烦躁。奇乐不傻，立马跳到看上去对他比较友善的蓝月梦肩膀上，用头蹭蹭他的脖子以示自己的无害。快救救我呀，漂亮姐姐！天哪，好可爱呀！这么可爱的狐狸怎么会害人呢？蓝月梦感受到脖子处柔软的毛发，立马被征服了，将白狐狸抱到自己怀里护着。随后蓝月梦用祈求的目光看向能做决定的人，顾哥，留下他吧，我可以把我的食物分给他一点。奇乐蹭蹭蓝月梦的脖子，就知道这位漂亮姐姐是好人，他才没有以貌取人呢。顾行睿低下头与蓝月梦对视，蓝月梦有些害怕，却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抱紧小狐狸。小狐狸也很乖，在他怀里一声不吭，跟他一样用那双卡姿兰水灵灵的大眼睛盯着顾行睿。只此一次，顾行睿收回视线。一般来说他是不会同意的，现在这个世界带上宠物会比较麻烦，只是不知道是因为是蓝月梦的祈求，还是看到白狐狸那通人性的眼睛才没忍住心软了一下。这白狐狸不会是能蛊人心智的吧？夜晚的山洞很冷，奇乐被蓝月梦当成暖宝宝抱着，倒是让一旁的马成非常不痛快。虽然他手上的伤口已经处理好了，根本看不出来曾经哪里被咬过，不愧是千里难寻的治疗者。奇乐现在有点后悔，虽然这个世界是他看过的小说，但自己顶多才看了一半，后面的剧情他不清楚啊。他记得顾行睿还有个弟弟，不过末世后他就没见过对方，反倒是见到上门来找弟弟的蓝月梦。蓝月梦与弟弟是门当户对的青梅竹马，所以自己只要跟蓝月梦打好关系，自己就不会被顾行睿抛弃。奇乐又往蓝月梦的怀里钻了钻，现在他可是自己的保命符。作为一只狐妖，还是天狐，他坚信自己有活下去的能力，只是那样也太累了，而且要是他的身份被发现了，说不定会被有心人盯上送去解剖。思来想去，还是跟着顾行睿行动比较好。这时抱着奇乐的蓝月梦发现他的前肢上有红色的东西，不过他的第一反应以为是沾上血了，于是拿出手帕让周晨涵打湿。顾行睿这个小队里除了有蓝月梦这个木系治疗者外，还有水系异能者周晨涵、土系异能者马成，小胖子陈威是火系异能者。至于顾行睿，目前只展现出来雷系异能跟风系异能，一个人还伺候得这么好。马成对这个咬了他的可没有什么好印象。我看你对瑞哥讲话的时候挺有素质的，你怎么不这么对他讲话？蓝月梦搬出来顾行睿，马成哪还敢造次了？看着一旁闭目养神的顾行睿不甘的闭嘴。蓝月梦见他无话可对，心情愉快的擦狐狸爪爪。奇乐乖乖被蓝月梦擦爪爪，这副模样让陈威看了心痒痒。他扭捏的来到蓝月梦身边，好乖的狐狸，让我也擦两下呗。蓝月梦倒是没意见，只是他怀里的奇乐收回了4只爪爪，头枕在蓝月梦的胳膊上，一个眼神都不赏给陈威。虽然奇乐知道陈威人不坏，反而很有爱心，到最后都跟着顾行睿，但自己出卖尊严讨好一个人就够了，多了不可以。他也是有尊严的小狐狸，不过如果这个人是顾行睿的话就好了，自己肯定乖乖躺下任由他撸，说不定都不用讨好蓝月梦了呢。这狐狸这就认主了。陈威失望，奇乐扭头对他龇牙：什么认主？他才没有。蓝月梦只是他选的临时仆从，又凶我。陈威收回手，不想拥有跟马成一样的经历。蓝月梦受宠若惊，心里狂喜，这么喜欢我吗？在旁边闭目养神，却也见证了这件事的顾行睿心里有了一丝奇怪的想法。这是一只认主爱撒娇的狐狸。夜晚马成守夜，其他人在山洞里休息，奇乐乖乖趴在蓝月梦头顶，给他一丝暖意。山洞正中间是陈威用捡来的柴火点的火，只要有东西烧，他的火就不会灭，所以守夜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时不时往里面扔点东西烧火，保持火的燃烧。马成百无聊赖地扔了根柴火进去，蹦出的火星子点到了蓝月梦睡袋上。由于蓝月梦怕冷，所以他离火堆有些近，好在蹦上去的是火星子不会燃起来。不过马成就不这么想了，他对蓝月梦今天不给他面子这件事耿耿于怀。他抬头见顾行睿闭着眼睛呼吸沉稳，顾哥，他小声试探没有得到回应。旁边的几人看上去睡得沉稳，睡觉自己翻身头发掉进火堆里，自己发现晚了什么的，又不会出人命，顶多是蓝月梦真爱的那一头秀发毁了而已。马成坏心思一出，就抵挡不住诱惑执行。他小心翼翼来到蓝月梦身边，他的头发散在睡袋上乌黑柔顺，可见在这末世其主人也是费了一番心思护理的。臭娘们，让你为了让我出丑，当众反驳我的话，爷我这就给你教训尝尝。余光瞥到窝在那里，肚子随着呼吸起伏的狐狸，脑海里产生了将这狐狸也一并丢火
火里的想法，只是他还没落实，自己才小心拿起蓝月梦的几缕头发。那狐狸就睁开了眼与他对视，马成怕正发出动静，导致自己的行动败露。明明是只动物，可他怎么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厌恶、嫌弃、不屑的情绪呢？仿佛自己是个多肮脏的人似的。马成松开蓝月梦的头发，改去抓齐乐，他还不信了，自己烧死一蓝月梦还能因为这个跟他翻脸不成？自己不比有用。齐乐本来在安稳睡觉，其实作为妖他不睡觉也是可以的，只是在这待着闲来无事眯上一会儿，结果察觉到有人靠近，一睁眼就看到了马成。他狗狗碎碎的动作被自己发现后，他的眼神更是不怀好意。齐乐站起来做出要攻击的样子，警告马成，让他不要轻举妄动，不然自己也不是吃素的。马成手微微一扬，避开其他人，只在狐狸后面竖起一道土墙，断了小狐狸的后路。齐乐怕有人突然醒来，不敢用妖力，不过这种程度的攻击他很容易就可以躲过去。齐乐紧盯着马成，四足卯足了劲寻找时机。马成向前扑过去，动作快而迅速，见自己的手离齐乐越来越近，他已经想到这死狐狸被烧死后，蓝月梦露出愤怒、伤心、痛苦的表情了。齐乐等的就是这一秒，猛地跳起后肢，擦着马成的手跳出去，还借用他的头借力再次起跳。没想到这人还有点东西，差点还真被抓到了。齐乐抖抖后腿，舔舔毛，有些后怕，更是打起12分的精神。被狐狸当垫脚石，马成差点就要摔到蓝月梦身上了，好在他及时稳住。身下的蓝月梦睡觉有戴耳机的习惯，毕竟不管出什么事都有他大哥顾行睿在，他不会抛下自己的。马成回头看着正舔毛的狐狸，恼羞成怒，居然被一只畜生无视，在那舔毛更是挑衅。他握起拳头，一个硕大的石块巨手从地下窜上来，速度不慢。如果不是齐乐快速跑出来，此时此刻他就要被捏爆了。而且他带起的灰还波及到了旁边的人，比如在前面的顾行睿，他被糊了一脸的土渣子，睁开眼看着不好在守夜的人，你在攻击谁？很快他就发现脚下有什么东西在蹭他，低头看过去，原来是那只爱撒娇的狐狸。奇怪，怎么不在月梦身边待着？齐乐见顾行睿醒了，有大腿不抱那说不过去啊，他是一只爱偷懒的小狐狸，能咸鱼那就要咸鱼啊。齐乐用头拱着顾行睿的裤脚，用自己卡姿兰的大眼睛委屈巴巴跟他对视，身子跟毛茸茸的尾巴快包住他的脚腕，形成一个脚环了。看着齐乐原本被擦干净的毛发现在染上灰尘，顾行睿皱眉，你动他了？马成早在顾行睿醒来的时候就收了一能，没有，我哪敢呀，是他要乱跑，我想抓住他，免得他跑掉让月梦伤心。齐乐对这个谎话嗤之以鼻，冲着马成龇牙，随后抬起下巴，迈着优雅的步伐向熟睡的蓝月梦走去，然后乖乖窝在他头边，似乎在告诉两人别瞎说，我可没想逃走，是这个人太坏了。马成尴尬，就说这动物心性奇怪，咱们捉摸不透吧，刚刚还闹着要跑出去呢，仗着狐狸不会说话。马成将锅都甩给他，齐乐不爽的甩尾巴，好想抽这个人几个大嘴巴子，满嘴谎话，把你那不该有的小心思给我收起来。顾行睿能不知道马成是个什么样的人吗？要不是他实力还有的用，他还真不想把这个人留在队里，只是让他收敛点，毕竟凭蓝月梦对小狐狸的喜爱程度，马成杀了狐狸，他怕是要闹翻天。是，马成连连点头，不敢再有二心，起码现在暂时那心思是泄了。顾行睿思考片刻，来到蓝月梦身边坐着，算是给马成一个威慑力，怕他再搞小动作。齐乐感觉到身边有一股威压，抬起眼皮发现是顾行睿后，安心的闭上眼。他不觉得顾行睿会做出什么偷鸡摸狗的小动作。齐乐闭着眼睛还真睡着了，他的尾巴不自觉地耷拉下去，垂在顾行睿的小腿上。顾行睿察觉到睁眼，看着那抹白色竟然不觉得碍眼，当作没看到一样，放任他的所作所为。第二天早上，蓝月梦睡醒刚睁开眼，映入眼帘的除了齐乐毛茸茸的身体以外，就是他的尾巴居然搭在顾行睿腿上。蓝月梦吓得瞌睡虫都醒了，完了，瑞哥向来有些洁癖，对动物毛发更是了，听自己男朋友说似乎还有点过敏。蓝月梦赶紧把齐乐抱起来远离顾行睿，免得一会儿被他本人发现生气，把小狐狸赶出去了。但是看着那裤腿上的毛发，蓝月梦头皮都紧了，这可怎么办？小狐狸怎么还掉毛啊？就在蓝月梦急得不行时，陈伟想过来看看能不能摸两把小狐狸。你站着干啥呢？吃东西了没？他们小队没有空间异能者，所以每个人都背着大包，里面放满了东西，每隔一段时间就去超市补充，只是这样未免有点麻烦。当务之急是赶紧找一位拥有空间异能的同伴。陈伟刚说完，就看到顾行睿还在靠着山壁睡着，他一脸震惊，顾哥还没起。要知道从前他们一睁眼，顾行睿可就已经在吃东西或者出去巡逻搜刮一圈了。问题是这个，蓝月梦忐忑地指着顾行睿的裤腿，小狐狸的毛，小狐狸昨晚睡顾哥腿上了，小家伙真的厉害。陈伟比起大拇指，知道自己可能闯祸的齐乐趴在蓝月梦肩膀，心虚的摇摇尾巴，我只是一只小狐狸，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怎么办啊？瑞哥起来会不会生气啊？肯定会的，可是让他上手去摘，恐怕还没接近顾行睿他就醒来了。趁顾哥还没醒，我来。陈伟揽过这活，拿着不知道哪来的纸壳子，对着顾行睿的小腿一阵扇，别说还真有用，上面的大部分浮毛还真被扇走了，只剩下几个特别顽强的短毛，不管他怎么扇都粘在上面。陈伟干脆上嘴鼓足气使劲一吹，旁边的齐乐也在为他加油，他也不想被顾行睿嫌弃，要是把自己扔出去可怎么办？陈伟还在为自己的努力骄傲，就看着面前这条腿动了，紧接着头上传来顾行睿低沉的嗓音，由于刚醒还带着沙哑，大早上犯什么病？有病就去治。顾哥，就是清晨的空气清新，我多呼吸2口。陈伟趁机眼疾手快摘掉最后一根毛发。顾行睿站起身，看着心虚两人组，还有蓝月梦怀里的狐狸，其实他早就醒了，只是看那狐狸睡得沉，那小肚子都翻过来，四仰八叉地，他便也没有动。起来洗漱，吃完饭去最近的超市，他们身上的食物差不多快吃完了，该去进货了。好的，陈伟一溜烟就走掉了。倒是在远处的周晨涵拿着午餐肉走过来，瑞哥吃点吧，他昨晚就注意到了顾行睿吃的压缩饼干，怕是没有肉了。顾行睿没有看他，反倒是跟蓝月梦说话。超市
室里有宠物用粮，你可以去看看有没有狐狸吃的。好，瑞哥。蓝月梦没想到顾行瑞竟然会关心狐狸，他呆呆的点头。至于周晨涵，瑞哥都没理，自己理他做什么？他的心思向来人尽皆知，还以为能爬上瑞哥的床吗？蓝月梦不动声色瞟了眼吃瘪的周晨涵，心情愉快的哼着歌。他怕是还不知道吧？瑞哥喜欢男人，在末世没来之前，瑞哥就跟家里摊牌了。听说当时的顾叔叔气了好久，好在还有自己男朋友传宗接代，这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了瑞哥的出轨。看着走出去的两人，周晨涵咬牙，蓝月梦将手里的午餐肉分给齐乐。小狐狸吃的欢畅，很快便解决完了，但是肚子还是瘪瘪的感到饥饿。自己作为人形的时候倒是不怎么饿，可作为兽形他总是感到饥饿。突然一股肉香在鼻尖爆发，他忍不住睁开眼，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中间躺着一块午餐肉。齐乐不敢置信抬眸，竟然是顾行瑞分给他了一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还是这午餐肉有毒？大反派想毒杀了自己。就在齐乐胡思乱想吃不敢下嘴时，顾行瑞不耐烦以为他吃饱了，做事要收回手。齐乐本能追上去，舌头一卷将午餐肉吃掉，还不小心舔到了顾行瑞的手心，一人一壶都僵了一瞬，气氛有些尴尬。自己只是只狐狸，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这么一想，齐乐没心没肺吃得欢快。吃完后回到蓝月梦身边一趴，屁股对着顾行瑞。仔细看的话，他耳朵有些泛红，只是兽形不明显罢了。蓝月梦看到顾行瑞的举动也是暗自吃惊。几人吃完早饭来到最近的超市，这是他们这2天占领的地方。门口处被马成用土墙堵住，防止丧尸进去的同时也是警告其他求生者。齐乐记得顾行瑞几人现在正沿着这个城市一路向北去找他弟弟的行踪，虽然这么久了也没他的消息，恐怕凶多吉少。马成撤掉土墙，大家两两一对去装自己需要的物资。顾行瑞则是自己单独行动，他不需要别人保护，不保护别人更是一身轻松。蓝月梦跟陈卫一对，要是让他跟另外那2个人组队，他只觉得膈应。突然齐乐闻到了肉香，嗖的一下窜出去，来到旁边的架子上，这里多是冻干肉铺之类的东西。等蓝月梦跟过来时，齐乐已经在努力拆包装袋了，可是他不是人形，拆起来太费劲了。这是鸡胸肉。蓝月梦拿起包装一看，其实齐乐主要是喜欢鸡肉，虽然是天狐，却跟普通的狐狸一样，他很喜欢鸡肉。齐乐打不开鸡胸肉，急得围着鸡胸肉转圈圈，还用爪子刨它。蓝月梦被萌死了，赶紧蹲下撕开一袋。小白，来这里。齐乐吃到美味的鸡胸肉，喉咙间不自觉发出享受的嘤嘤声。蓝月梦捂着鼻子，太可爱了，血槽已空，母爱泛滥的他直接把这些鸡胸肉全部带走，可不能饿着他们家小白。齐乐吃得快却很优雅，小口咀嚼，看上去尊贵的很。陈卫摸摸齐乐的后背，没有护食的反应，这让他陷入沉思。忽然有一阵断断续续的声音在四周响起，陈卫作为攻击型的异能者，立马护在蓝月梦身前。他抱紧小狐狸，神经紧绷。声音是从货架后面传来的，可能因为这里是宠物专区，平时没什么人来，所以巡逻的时候没有仔细搜查，才让这个丧尸在这里存活了这么久。什么呀，居然是个孩子！陈卫等那只丧尸自己慢慢悠悠出来，发现只是个不到10岁的孩子。作为一只丧尸，他都营养不良。陈卫只是轻轻一踹他连张嘴的反应都没有就摔倒在地，嘴里不断发出呵呵声。别碰瓷啊，他可不是那种欺负小孩的人，只是丧尸他没办法，他心软死的就是自己了。小丧尸被陈卫的一把火烧得到处翻滚，普通的火焰对他们没用，但异能者的火就不一样了，可以说是专门来对付他们的，应该就这一个。陈卫没有再次感觉到周围的异常，放松警惕，然而转身就看到蓝月梦身后有一只红眼的丧尸，张开血盆大口扑上来，以自己的距离是赶不过去的。陈卫扬起手，火焰从手心里飞出去，却远不及丧尸与蓝月梦的距离。齐乐也注意到了，他奋力跃起，后腿一个用力踹在红眼丧尸的下巴，硬生生将丧尸踹得后退一步，咯噔一声，下巴脱臼。丧尸呆呆的，没反应过来自己下巴怎么掉了，性命攸关。蓝月梦也不是吃素的，从旁边货架拿起杆子狠狠戳在丧尸的胸口处，拉远2人的间距，让陈卫的火将红眼丧尸包裹燃烧。那杆子不是很锋利，却捅进了丧尸的胸腔，蹦出的血溅在齐乐白色的毛发上，可见蓝月梦用了多大力。他松开杆子后手都在颤抖。没事吧？有被咬伤吗？陈卫赶紧上前检查，被丧尸咬伤或者抓伤，而伤口接触到丧尸血液，有几率会感染丧尸病毒，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变成丧尸。没有，多亏了小白那一脚。小白有受伤吗？蓝月梦翻看齐乐的毛发，喷出的血有点多，他都担心是不是他身上有伤口，都是因为我太弱了，连小白都保护不好。齐乐配合蓝月梦的动作转身子，他什么事都没有，就是踹得有点狠，后腿有点发麻。小白太厉害了，你真是我的福星，不然方才我在劫难逃了。蓝月梦也不在乎齐乐身上的血迹，将他紧紧抱住，想来还是有些后怕的。作为治疗者，他还是头一次动手杀丧尸呢。怎么了？出什么事？顾行瑞五感灵敏，大老远就听到这面的响声了。瑞哥，我刚刚杀了一个丧尸，虽然有胖子的帮忙，不过我也动手了。怎么样？我是不是也蛮厉害的？蓝月梦说得轻巧，却带着颤音。顾行瑞看着地上2具丧尸被烧得焦黑，难得没有冷漠，伸手揉揉他的头顶，给予他夸奖。月梦强大了好，这样与那臭小子相遇，他也不会那么担心了。自己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不能一直守在他们身边，等他们到了安全的地方汇合，他就该去做自己的事了。齐乐在蓝月梦怀里，从他的角度正好看到顾行瑞在发呆，不知道在想什么这么认真。出于好奇，他用尾巴尖尖试探缠住顾行瑞的大手。小白，不能离瑞哥那么近，瑞哥动物毛发过敏。蓝月梦吓了一跳，赶紧把小白的大尾巴收回来抱好。动物毛发过敏，那不就是不能享受撸自己？那是多么严重的惩罚呀！齐乐傲娇的撇过头，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方才竟然觉得顾行瑞手里的温度好舒服啊，不像陈卫那么滚烫，也不像蓝月梦冰凉。顾行瑞认真盯着他怀里的小狐狸，他受伤了吗？说着还摩挲着手，似乎在回忆那抹快消失的触感。没有，只是蹭上血了。我一会儿就带小白去河边洗洗。瑞哥有点洁癖，不会因为小白太脏要扔了他吧？他记得山洞不
不远处就有一条小河，水还算清澈，拿得差不多，我们就该回去了。天快黑了，门口汇合。顾行睿提醒完两人去找另外两人。城市里丧尸比较多，那处山洞是个绝佳的休息场所。回去的车上，顾行睿负责开车，后面的4人大眼瞪小眼，原因无他。等陈卫与蓝月梦回去拿食物时，发现剩余的午餐肉都被那两人拿完了，一个也没给他们留。大家都是一个小队的，真没必要这样，都被这两人扫荡空也不嫌重。蓝月梦没好气的冷哼，自己跟陈卫只拿了一些饼干、面包、水，唯一的肉还是小白的。在小白身上寻求安慰的蓝月梦，看到他身上的血迹也来气。周晨涵明明是水系异能者，让他帮忙洗小白，结果他不愿意就算了，还非说小白被感染，气死我了。他看向车外，现在天色已晚，自己回到山洞里跑去河边也危险，只能等明天了。小白再忍忍，明天就给你洗干净。人类真是麻烦。齐乐极力忽视身边那两道不怀好意的视线。夜晚，蓝月梦抱着齐乐安然入睡，他不嫌弃小狐狸腥，可齐乐自己嫌弃，这血腥味他闻一天了，实在受不了了。他等不到明天了。他悄悄从蓝月梦的怀里爬出来，整条湖都被拉长，看上去像只黄鼠狼。蓝月梦旁边的睡袋是陈卫，他可能是没吃饱，做梦都在嘀咕着鸡腿猪蹄。齐乐嫌弃的从他身边绕开，今晚好像是大反派守夜，他怎么闭着眼睡着了吗？齐乐小心翼翼走到火堆旁打量着他，在他的印象里，顾行睿不是这种玩忽职守的人才对。看着他那健硕的胸膛、结实的腹肌，再往下更是傲人的资本。齐乐忍不住拿自己跟面前的男人对比，他微微撇嘴，感觉自己一拳就能被放倒呢。还好我是只妖，不过他也管不了那么多。既然顾行睿睡着了，自己正好可以偷跑出去清洗一下。齐乐迈着欢快的脚步越走越远，直到出了山洞，闭眼的某人才睁开眼盯着狐狸离开的方向。他以为这狐狸是要动手呢，但凡他做出什么害人的举动，自己手上的雷系异能就会落在他身上了。没想到他只是看了自己很长时间就出去了，这么晚是要去干什么？在齐乐偷偷溜出山洞后，他感觉到身后有人跟着自己，猜到十有八九是顾行睿。看来这人方才在装睡。小狐狸开始一顿左绕右绕，在齐乐感受不到外人的气息后，他这才放心下来，慢悠悠的来到河边。齐乐兽形怕水，人形却不怕，一个猛子扎进去，在河里变回人形。跟在他身后的顾行睿吓了一跳，以为这狐狸是要寻死呢，打算静观其变。他之前跟在狐狸身后绕了那么久，都不见狐狸驻足，知道自己应该是被发现了。他用精神能力包裹住自己全身，像是隐藏气息一般。果然狐狸没多久就停下了脚步，河里咕噜咕噜，一条被打湿的大尾巴跃出水面，在空中摇摆，展示主人现在有多么舒服惬意。前面的狐狸耳朵尖尖也浮上水面抖着水，搞半天原来只是自己要来河边洗洗啊。顾行睿觉得自己追出来就是在浪费时间，他得赶紧回去守夜了。而在他刚走后几秒，身后的河面发出大大的水花，但凡顾行睿回头，就能看到河中间站着一位半裸的少年。齐乐甩甩尾巴，他喜欢这种半妖形态，跟人形和兽形相比更让他舒适。可惜一会儿回去又要当一只狐狸了。齐乐大摇大摆回到山洞的时候，他以为顾行睿还在打盹呢，结果一进来就跟睁开眼的他对上视线。嘤嘤，我回来了。齐乐讨好的叫着，怕这人没睡醒把自己当做入侵者杀掉了。对于方才似乎是这人跟踪自己的事情，更是当作不知情。顾行睿看着干净的狐狸，身上没有一丝血迹，隐隐还散发着香味。现在狐狸都会自己洗澡吗？洗得这么干净？齐乐见他没有动作，疑惑的歪头。顾行睿把走到自己腿边的小狐狸拎起来，洗得真干净，还有一丝好闻的味道。齐乐还没跟谁离得这么近过，看着眼前的帅脸，他有些受不了。他本来就喜欢貌美的人，可以说这是狐狸的通病了。齐乐抬起爪子，奋力地推开面前的帅脸。顾行睿觉得是自己的行为吓到狐狸了，嫌弃地将狐狸放下。回来了就去睡觉。嘤嘤，什么呀？态度变得真快。齐乐故意跳起来，用自己的尾巴扫过顾行睿的帅脸。不是说你动物毛发过敏吗？哼，接受本大爷的狐狸毛吧。在齐乐眼里是自己的大尾巴狠狠扫过，而在顾行睿眼里那就是撒娇。狐狸自己出去那么久，回来就用尾巴扫他的脸撒娇，想要博取关注。顾行睿当然是满足他了，将走出2步的齐乐抱回来，大掌揉揉他的小脑袋。臭男人，你在做什么？居然摸我的脑袋！齐乐炸毛立马挣扎开，张嘴咬在那只大手上。他感觉到嘴里有血腥味蔓延，知道自己把反派大佬的手咬破了，自己现在还跟着人家呢，不能闹翻。于是心虚的松开嘴，伸出舌头舔舔那处伤口，希望反派大佬大人不计小人过。顾行睿不觉得有多疼，反倒是被狐狸舌头上倒刺舔得有点奇怪，加上与那双眼睛对视，一股说不上来的感觉涌上心头。快去睡吧。顾行睿收回手，放齐乐回去，将自己心里那股不知名感觉压制住。太好了，大反派没生气，那就不关我的事了。齐乐摇摇尾巴，欢快地回到山洞里睡觉，只留顾行睿一人看着山洞外。等他再睁开眼，已然在某人怀里，因为他喜香香蓝月梦更爱不释手。今天沿着这条街去搜寻一下，看看有没有行兵的踪迹跟幸存者。几人出发，顺着规定的路线搜寻。顾行睿没那么好心收留那些幸存者，只是会告诉他们应该去哪里寻求安全和生活保障。上辈子他听从蓝月梦的意见收留那些人，后来没少叛变惹事的，重活一次。这次他的目标就是弄清自己身上的秘密，因为在末世来临时，他的父亲就仿佛提前知道一样，给他做了不知名的手术，让他一觉起来就成为了全系异能者。只是这一次重生后多了个意外，那就是这只狐狸上辈子从没出现过的存在。齐乐感觉到灼热的视线，一抬头便与顾行睿对上视线，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用这种眼神看自己。顾行睿移开视线，目视前方。对于这只突然出现的狐狸，他有点拿不准自己的态度。齐乐见自己被无视，闹脾气的扭头看自己半天也不说话，不愧是反派，阴晴不定。之所以齐乐一直叫顾行睿大反派，
只因这本书中还有一对主角攻受团，主角攻是冰火双系异能者，至于主角受则是木水双系治疗者。两个主角团都致力于拯救世界，但是因为一次偶然，顾行睿抢先拿了属于主角攻受的东西，因此结下了仇怨。几人搜完整条街天色也暗下来，还是一无所获，倒是又囤了不少吃的。搜完最后一家店就要回山洞了。蓝月梦有些闷闷不乐，他已经很久没见到顾行斌了，手机也联络不到。阿斌还活着吗？齐乐是最先注意到蓝月梦情绪不对的人，用头蹭着他的下巴，不要难过，大反派的弟弟很快就会找到你们了。顾行睿纵使有前世的记忆，知道顾行斌还活着，却不知道他在哪，因为上一世是顾行斌先找到的他只能知道大概方位是这边，所以才会带着他们从这个方向寻找。顾哥，这2楼是个旅店啊。最后一家店门上就贴着1楼餐厅，2楼旅店。旅店的地方丧尸只会多不会少，大家将2位少女护在中间往楼上走。这次顾行睿亲自打头阵，在拐弯时马成细小的眼睛一眯，刻意放慢脚步，紧跟他身后的蓝月梦一个不察被绊倒，整个人失去平衡向后倒去。周晨寒吓得贴近楼梯扶手躲开，没有要伸手去帮一下的意思。蓝月梦还抱着小狐狸，没有手去扶周围的东西。齐乐吓得想从他怀里跳出来，然而蓝月梦怕他受伤抱得很紧，在这里又不能使用妖术，齐乐快急死了。最后面的陈卫手足无措，试图努力接住蓝月梦下落的身体。最前面的顾行睿也伸出手，只是中间隔着个碍事的马成。齐乐眼尖看到蓝月梦倒向的那墙壁处有一节冒出来的钉子，这要是摔在上面可不得了。齐乐手比脑子快，淡红色的妖气在蓝月梦腰后短暂撑了1-2秒，让陈卫来得及抱住他。他不能眼看着他受伤，而且那钉子上说不定有丧尸血呢，要是感染了可怎么办？还好有惊无险。陈卫松口气，他总感觉方才蓝月梦在空中滞留了1秒。突然马成被顾行睿打飞了出去，从楼梯拎起来扔到2楼。顾哥，马成从地上爬起来，装作无辜的样子，你是故意的。顾行睿知道这人心思不单纯，只是他平时还没做出什么恶事，倒是恶心的小动作不少。顾哥，这是什么话？我刚才就是腿突然抽筋了，走慢了几步，没想到月梦就踩上来摔下去了。反正这里没有监控，就算有也看不了。马成根本不慌，没事的，瑞哥，我也没受伤。蓝月梦站稳后走到顾行睿身边拉住他，他们现在小队缺人，除非找到更合适的。他也不喜欢马成，却没办法。顾行睿在思考，用不了多久马成就会变心跟着另外一队人走掉，而他们同时也会遇到另外的土系异能者。现在他确实还有用，道歉，这是顾行睿最低的底线。月梦啊，真是对不住。马成话是这么说的，只是那嘴角的笑怎么看怎么刺眼。蓝月梦皮笑肉不笑，真想让这个家伙赶紧遭报应。见顾行睿不再搭理自己后，马成更是收起那副虚伪的模样，跟在他们身后完全没有认错的态度。顾行睿他们可以稍微一忍再忍，齐乐可不会，要不是他暗自用了妖术，蓝月梦可就要摔到钉子上了。既然用了一次妖术，那再用一次又怎么样呢？齐乐瞳孔亮光一闪，马成只觉得自己脚下一滑，整个人不受控制摔倒，还磕在了走廊摆放的消防栓上。顾行睿身子一僵，疑惑地看了眼小狐狸。齐乐此时正在蓝月梦怀里打哈欠呢。马成想扶什么东西起来，抬手揉揉脸，这才发现他的双手方才更是直直戳在身下死去的丧尸头里。周晨寒见马成骂骂咧咧向自己靠近，嫌弃地避开，跑什么你跑，不会用水给我洗一下呀？马成脸色不佳，对蓝月梦他可能畏惧顾行睿不敢甩脸色，但周晨寒就无所谓了，他想跟他合作就脸色好一些，不想那他就是个屁。周晨寒脸色难堪，一股脑将水打在马成身上，将他的衣服全部打湿。马成何时出过这种丑，当即就要破口大骂。突然一阵丧尸的叫声将他打断，一群丧尸冲上楼，马成用土墙防御拦截丧尸们，而陈威一把火扔进去，被拦住且没有独立思考的丧尸们只能痛苦哀嚎的死去。这里还有2个房间没开门，顾哥要打开吗？陈威握着门把手询问顾行睿的意见，他点头示意胖子打开。顾行睿稍微上前2步，在手上凝聚起雷电，他知道房间里有一只有意识的丧尸。在门打开的瞬间，一道身影快速冲出来，还好早有准备的顾行睿上前一拳，直接将丧尸打了个透心凉。顾哥太厉害了，陈卫松一口气。顾行睿来到红眼丧尸面前，翻找出一颗晶石，散发着异常妖艳的光芒，这是晶核，只有红眼丧尸等一些高级丧尸才会有，你拿去吸收恢复异能吧。顾行睿把晶核给了陈卫，这种等级的晶核对他帮助不大。旁边的周晨寒露出嫉妒的眼神，张嘴想说什么为自己也讨些好处，却被顾行睿一个锐利的眼神吓退。剩下的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众人准备打道回府。夜晚回到山洞休息，今晚守夜的是陈卫，他居然在包里藏了个大鸡腿，拿出来诱惑小狐狸。齐乐没忍住啃上了鸡腿，而陈卫则是手脚不安分的狂撸。要不是看在鸡腿的面子上，齐乐高低赏他一爪子。等到吃饱后，他准备出门溜达一圈，打定主意，齐乐起身向山洞外走去。出来后绕着半山腰走了一圈，随后发现山顶也不远，干脆去山顶看看。齐乐化成最舒服的半妖形态，感觉在月光照耀下，自己体内的妖力都在沸腾。真奇怪，我既不是狼，这又不是圆月，我怎么这么兴奋？齐乐现在五感非常灵敏，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人驻足偷窥自己，一道妖气打出去，谁在呢？身后的人似乎不想与他交手，躲闪后马不停蹄的跑远，似乎是无意闯入的。齐乐本想去追，他现在的形态被人看到传出去可就不好了。只是他刚走2步就感觉到别的方向有人过来，被一个人看到不能再被第2个人看到了。齐乐立马变回狐狸，小白你果然在这，一起回去吧。一会儿月梦醒了发现你不在就麻烦了。胖子，你来的真是时候，算那个人命大，反正那个人又没见过自己狐狸的模样，他身上的气息自己也没见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那人不是小队里的人。想到这，齐乐就放宽心跟着陈卫回去了。回去后他靠着顾行睿就睡着了。第2天他醒来时，入眼的就是一片黑，他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是什么，
是顾行睿的腹部。顾行睿早就醒了，只是看齐乐还在睡也没起身，反正时间还够。见他醒了后才坐起来，醒了，你还挺能睡，睡姿也狂放。顾行睿捏捏腹部的大尾巴，齐乐懵懂的收回尾巴坐起来。英英，管他说什么，先撒娇就对了。今天我们的目标是最大的商场。顾行睿说出了今天的计划，这个城市里就剩下这栋商场没有搜过了，之后他们就要找辆车离开这里前往外市。齐乐今天出发时顺手就被顾行睿抱着了，他个子高，自己的视野也变高，还挺舒服的。就是旁边的蓝月梦撅着嘴，一路都不跟顾行睿说话。到了，大家小心一点。在商场门口，顾行睿提醒大家，他把手里的齐乐还给蓝月梦，毕竟抱着狐狸打架不方便。英英，大反派怀里更暖和。齐乐扒拉着顾行睿的胳膊，贪恋他怀里的温度，还有那令他舒服的视野高度。你个小没良心的，是不是嫌弃我？蓝月梦轻拍齐乐的屁股，英，漂亮姐姐是最好的。齐乐赶紧安抚蓝月梦，用柔软的头蹭着她脖子，尾巴缠住她拍自己的手臂。顾行睿看着这一幕莫名不爽，让蓝月梦跟上。狐狸怎么不这么跟我撒娇呢？也不看看是谁都跟狐狸睡成一团了。蓝月梦吐舌头，乖乖跟在顾行睿身后。齐乐抬头看到商场的名字就知道有剧情要到，丽丹商场，这不就是他们碰到空间异能者的地方吗？这次有些快，难道是剧情提前了？进入商场后，顾行睿带着几人就要直奔4楼。上一世就是在这里碰到的小易。站住，你们是什么人？负责看守的人拿枪对着他们，眼睛在看到蓝月梦跟周晨寒时泛起了绿光。我们是路过的幸存者，想寻求个可以避难、领导我们的地方。那你们可来对了，我们这里正缺人呢。里面的人很满意他们，准确来说是很满意他们里面的2位女性。不过危险还是要排除的。你们身上有咬伤、抓伤不？没有，把上衣脱了。陈卫不爽这些人的态度，只是顾行睿都没说话，他也不好造反，跟着顾行睿乖乖脱掉上衣，转过去，连背后也要检查细致。那我们呢？我们女的总不能脱吧？周晨寒不喜欢这些人的眼神，你要是想脱也可以啊，给我们兄弟宝宝眼福呗。有人冲着周晨寒吹口哨，眼睛上下打量了几次，态度语气轻浮油腻。周晨寒脸色瞬间黑如锅底，可是身边的人没一个为他说话。那边的美女跟他一起呗，让我们大饱眼福一顿。他还带上了努力降低自己存在感的蓝月梦，要脱你自己脱。蓝月梦赏他们一记白眼冷笑，嘿，臭娘们！里面的人见他们如此嚣张，直接开枪，想给他们来个下马威。刹那间冷意翻飞，还没靠近蓝月梦的子弹都被顾行睿的风墙拦了下来，子弹定在空中。异能者，他们总算是用正眼打量几人了，都是异能者，只能说蛮平常的了。10个人里就有1个甚至2个异能者的诞生。马成见他们态度还是如此敷衍，不把他们当回事，主动说出来，顾哥可是双系异能者。陈卫回头瞪他，就你话多，顾哥都没说，倒是自己人先把顾哥的底牌抖露出来了。双系异能者，快进快进！里面的人一听有强者，立马放人进来，态度跟方才可谓是天差地别。双系异能者可是1000个异能者里才能有1、2个的存在，不知这2位姐姐跟您什么关系呢？一个染着黄毛的小子开口问道。这是我妹妹。顾行睿盯着黄毛严肃地说着，让他们不要想着轻易动她。那这些人是队友和宠物？英，还需要介绍我吗？宠物？几人终于将目光放在那像糯米团的毛茸茸上面，是只狐狸。除了顾行睿以外，其他的任何东西他们根本不在意。他们这里确实是缺强者，想拉双系异能者入伍，但他们也有的是手段让那人服从。行，进来吧，带你们去见老大。黄毛让开门口的位置，带领几人往前走。他简单的介绍，普通人就住2楼比较拥挤，异能者住3楼，现在还有空地方。双系异能者还有治疗者、空间异能者住4楼。我们老大跟仓库都在5楼，在我们这里都靠劳动力来获取相应的食物，当然也可以用别的东西来等价交换。黄毛的眼神若有若无往2位女性身上瞟，算是给你们一个建议，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睡得太死。我们这里有很多小偷的，不仅偷东西，还偷人哦。多谢提醒，上一世就有人在半夜对月梦下手，自己又出去了。还好那晚胖子失眠，才保住了月梦的清白。相比之下，周晨寒则是迫不及待勾引这里的大哥，想一跃而上，结果惹来了麻烦。顾行睿余光看了眼周晨寒，这次他不准备出手，还是赶紧甩掉这个女人为好。突然楼上有人快速跑下来，像没炮弹一样撞进黄毛怀里，黄毛整个人被撞飞，还好在他身后的顾行睿用力拽了一把，他才没从楼梯上滚下去。撞到人的是一位男孩，看上去14、15岁的模样。找到了，易元思，对不起，刘哥，都怪我太着急了。易元思立马站起来，闭着眼睛战战兢兢的道歉。他看起来就营养不良，脸上眼角还有淤青，身上衣服破烂却还算干净。哎呦，谢了兄弟，不然我不得摔骨折呀。黄毛刘哥先跟顾行睿道谢，随后扭头皱眉，拿出那股痞里痞气的态度看易元思，是你小子啊，要不是有人扶着我，我可就摔下去了。听到黄毛刘哥这么说，易元思心里不安起来，他抿着唇小声再次道歉，真的很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看路的。黄毛刘哥还要带新人上去找老大，直接伸手直奔主题，你懂吧？不行，不能再给了，刘哥，我真的要没有了。易元思作为空间异能者，可以存放冷冻新鲜的东西，在空间异能者的空间里时间不会流逝，他就靠这个赚取食物，但他食物真的很少了，每天2个面包或者1个饭团，再给他们自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这里的食物1周1发，这周还有4天，自己就剩下3个面包和1瓶水，其余的都被要走了，这不行那不行，我看你是想吃拳头啊。黄毛刘哥挥起拳头冲着他的头打去，易元思听到拳头的破空声吓得闭紧双眼，然而预想中的痛感迟迟没有到来。兄弟，你这是做什么？黄毛刘哥的声音充满不满，易元思这才敢睁开眼偷摸看一眼，原来是那扶住刘哥的人抓住了他的手臂。怎么，你是看上这小子了？顾行睿的沉默让黄毛刘哥更是确认了他不澄清的原因，就是他现在还不能带易元思走，那么如果是自己看上的人，恐怕其他人也会收敛点，可别在他走之前就被欺负死了。当初自己来这里遇到易元思的时候，他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算你小子走运，别挡道。黄毛刘哥赶走易元思，继续带着几人往上走。齐乐倒是懂了顾行睿的做法，这个就是那位空间
间异能者吧，长得确实眉清目秀，不过没我好看。大反派真的喜欢他吗？齐乐低头看看自己细长的腿和粉色肉垫，我也能变成人，说不定等我用人形的时候，大反派能对我更好。齐乐不太确定，他能勾引顾行睿喜欢自己吗？他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跟在他身边活着走到大结局，那样自己是不是就有机会回到自己的世界？顾行睿走着走着，余光注意到白团子狐狸突然咧着嘴傻笑，与自己对上视线后，还用特别期望的眼神看着自己，随后又娇羞的低下头，安心趴在蓝月梦怀里。顾行睿一时间脑子都没转过来。到了，黄毛刘哥推开沉重的大门，中间的座椅上坐着一个人，在他们进来的一瞬间，抬手一根1米长的土刺飞向站在几人最中间的顾行睿，而他自己则是快速来到蓝月梦身边，准备搂她的腰，然而被另一只大手死死攥住。蓝月梦默默后退，拉开安全距离。至于那土刺在顾行睿抬手之间就被雷劈碎了。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顾行睿手不断用力，但根本没用全力，他还要留下来带走一元司。现在他可以强，却不能强过这里的统治者，不然肯定会被当成眼中钉，以绝后患。雷系啊，言由对于这属性的异能者比较满意。黄毛刘哥赶紧上前，老大，不只是雷系，他还是风系、双系异能者，很好，我们缺的就是这样的人才。言由先谢厉松开顾行睿的手，欢迎你们留下来。反派大佬带着众人成功留在幸存者营地，将智商250的首领耍得团团转。他真实的目的是为了骗走空间异能者，以及寻找弟弟的踪迹。顾行睿跟蓝月梦被安排在了4楼，其他3人都在3楼。齐乐也算是沾了蓝月梦的光，他抱着狐狸找到这层楼比较靠角落的地方。这地方以前似乎是个服装门店，顾行睿就守在服装门店的门口。这时一个人抱着自己的铺盖缓缓走过来，您好，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睡吗？齐乐疑惑地看向门口被顾行睿挡住的身影，只觉得声音有点耳熟。顾行睿不说话，只是看着紧张到面红耳赤的一元司，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感谢你们救了我。这里来新人头一天晚上会不太安全，跟我们这种老成员待在一起，他们就会稍微收敛一点。虽然他平时也没少被欺负，应该也是有用的吧，大不了一起挨揍就是了。齐乐不知何时跑出来，蹭着顾行睿的腿，你怎么出来了？你别光盯着他看呀，大反派你不会真喜欢他吧？那自己将来想要出卖美色，勾引大反派的美男计怎么办？出师未捷身先死了。顾行睿抱起齐乐，他睁大明亮的蓝眼睛，闪烁着楚楚动人的光芒，令人怦然心动。起码顾行睿被看得心痒，伸手揉揉他的脑袋，遮住那双大眼睛，手拿开，我看不见了。齐乐挣扎着要从这只大手里出来，奈何顾行睿的力道太大，他好不容易解救出来自己的脑袋时，整个头都炸毛了。齐乐冲他叫，表达自己的不满。在那边整理睡觉地方的蓝月梦听到齐乐惨叫，立马担心过来，看到他的模样扑哧一笑，瑞哥，你把小白都惹急眼了，快给他顺顺毛。就是，罚你给本大爷顺毛。齐乐傲娇的抬起头，等待顾行睿的伺候。然而时间1分1秒过去，顾行睿都没有动作。齐乐伤心了，他以为顾行睿是不愿意做这件事呢，他失落的低下头。其实顾行睿没动作是因为他从没做过这种事，他怕自己控制不好力道弄疼齐乐。站在门口还没进来的一元司从自己兜里掏出一把专门给宠物梳毛的梳子，我来吧，我有梳子是以前梳我家毛团的。见2人一壶都盯着自己看，一元司手足无措，这梳子是干净的，我家猫叫毛团，它死后我舍不得扔，但我时不时都会洗一下。如果我讲的话冒犯了，也可以当我刚才的话没说。一元司是个很缺安全感的人，他本就有几分内向，末世后还总被欺负，让他不敢表达自己。他能站出来说这些话，除去顾行睿帮过自己以外，还有就是他很喜欢照顾小动物，他觉得那很治愈，动物们不会欺负他，还会陪伴他，安慰他。麻烦了，顾行睿侧身让一元司进来，把炸毛的齐乐塞进一元司怀里。大反派，你就这么把我给人了？齐乐想反抗，只是一元司轻抚他的后背，手法与其他人不一样，还挺舒服的嘞。本着咸鱼懒惰的性子，齐乐立马躺平认撸，梳子顺着头梳到尾巴，他浑身麻酥酥的，伸出爪子撑个懒腰。顾行睿看着上一秒还在戒备的狐狸，下一秒就那么舒服轻松的躺人怀里，莫名不爽。可狐狸也是他自己给出去的，只能皱着眉看一元司，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这股强烈的视线，一元司想不注意到都难，以为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好，更加小心翼翼。那力道放在齐乐身上跟挠痒痒似的，完全没有方才的舒服。用点力啊，小易。他用力踩着一元司的腿，示意他像自己一样加力道。用点力是吗？好的好的，不愧是常年照顾小动物们，这种示意竟然都能明白。齐乐再次感受到那股酥麻感，这次他不仅瘫软，甚至还翻了个身，把肚皮也露出来。嘤嘤，肚肚也想按摩，也想被梳毛。然而他刚眯着眼嘤嘤完，整只狐猛然被人抱起，突然而来的失重感让他睁大双眼，看向罪魁祸首。顾行睿终于看不下去了，狐狸在别人怀里撒娇的样子太碍眼了，他决定自己亲手来。梳子借我一会儿。好的。一元司小心将梳子放在顾行睿手上，看对方不像是会抢他梳子的人。殊不知顾行睿心里有了想法，下次去宠物店也拿2把宠物梳。然而哪怕顾行睿再小心，没有经验，他的力道还是划痛齐乐了，只是惨叫没有挠他算是不错的了。看着齐乐跳出顾行睿怀抱，在角落的衣服上缩成一团，用屁股对着他，狐狸尾巴都不甩了。一元司大胆上前教顾行睿怎么伺候狐狸。齐乐闹完脾气就后悔了，他跟大反派还没有那么熟吧，我这一生气他会不会嫌弃我呀？齐乐偷偷摸摸回头看顾行睿，发现对方冷着脸皱眉，不知道在跟一元司说什么。旁边的蓝月梦也上前，似乎在争辩。完了，不会真的要抛弃我吧？齐乐委屈，连狐狸耳朵都垂了下去。这边的齐乐在胡思乱想，那边的3人在紧急开讨论会，关于怎么梳毛按摩可以让小白更满意这件事。顾行睿自认为学到了精髓，来到齐乐身后，发现他萎靡不振，看来我的手法真的让他很难受。齐乐再次被抱起，这个高度不用说就知道是大反派了。他努力扭头，用楚楚可怜的眼神与顾行睿对视，希望他不要把自己扔出去。然而在他眼里，那就是自己方才的动作太粗鲁。小狐狸在撒娇装可怜，希望自己下手轻点。我会的。他郑重的点头。会什么？不会把我扔出去吗？真的吗？那你不能抛弃我。齐乐被放在顾行睿大腿
上，发现他在学着伊原丝的手法按摩，不轻不重。很快他就有股昏昏欲睡的感觉，在意识朦胧之间，似乎听见蓝月梦的声音：“瑞哥，瑞哥，让我也试试。”不行，他睡着了你会吵醒他的，他今晚就跟着我睡了，你自己去休息吧。蓝月梦撅着嘴走开，他确实不忍心吵醒小白。夜晚，齐乐被热醒，睁开眼是8块腹肌模糊的轮廓，往上瞅是顾行睿的脸，自己身上还盖着属于他的夹克，不会是怕他冷吧？我这一身毛看不见呀，热死了。齐乐从夹克里钻出来，结果刚钻出来就被一只大手摁住塞回去。干嘛呀？我好热，让我出去。齐乐不满这人醒了怎么还装睡？嘘，乖一点。顾行睿悄悄竖起食指，隔着夹克轻拍齐乐的后背。他在钓鱼，上辈子那人会来伤害蓝月梦，这辈子自然也会。狐狸太惹眼，如果被看见有可能也会起歹心，所以他才想藏起来。如果可以的话，他竟然想把狐狸藏一辈子，不让任何人窥探。见狐狸醒了挣扎着要出来，顾行睿下意识安抚他，让他不要出声，可刚出口就后悔了。他在干什么？这是一只狐狸，又听不懂他说的话。顾行睿做好准备，如果狐狸跑出去，或者是那人先对狐狸动手，那自己就先发制人不装了。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狐狸还真的安静下来，似乎听懂了他的话。顾行睿看夹克那鼓起的一团，眼神复杂。一般的狐狸真的会这么聪明吗？你小心一点，别把这人吵醒了。外面几人蹑手蹑脚从门口顾行睿身边路过，他们的目标不是这个男人，而是里面的女人。听说这次来的2个都很貌美，他们兵分2路，两边都要尝尝鲜。小狐狸和大反派一起装睡埋伏敌人，他们果然上当放下戒备。既然如此，大佬不装了，瞬间出手便制服几人。但没想到他们还把主意打到了小狐狸身上，大反派的脸色瞬间阴沉如水。原来在几人被制服后，他们就开启了甩锅模式。兄弟，是误会，我们进错地方了。被顾行睿盯上的几人感觉毛骨悚然，其中一人瞅见易元思，立马伸手指着他胡编乱造：“是他，我们是来找他的。”易元思被吓了一跳，不知所措地看着顾行睿，想解释却不敢开口。他跟我们说这里有位大美女，我们才来想一睹芳容。几人找到替死鬼都指着易元思，他们来这只是为了一睹芳容，这话傻子才信。齐乐翻了个大大的白眼，那些人见一只狐狸都敢这么嚣张，看不起自己。此时狐狸又是被易元思抱着，以为是这家伙在哪里又圣母心泛滥，捡了只小动物呢。其中一人上前与易元思抢齐乐，不，这不是我的。易元思脚步快速后退，前段时间他发现一只将死的小奶猫，不忍心便把它带回来，就是被这些人骗走了的。再见小猫时，他被摔断了后腿，在地上惨叫着，他却无能为力，最后只能看着他慢慢失去生命力。纯丁男恬不知耻的要去强制带走易元思，他知道顾行睿很喜欢这只狐狸，立马向他告状，他要伤害你的狐狸。齐乐因为被抱得太紧有些难受，应了一声为自己发声。纯丁男猛地与顾行睿对上视线，心虚解释：“我最喜欢小动物们了，我就是看它毛色不错想摸摸。”这么说着，他还真的伸手打算去摸齐乐。你敢动他？他的手被顾行睿死死攥住。强子，你跟他废什么话？双系异能者怎么了？干就完了。纯丁男的同伙看不下去了，脚一踩地，无数冰刺从几人脚下窜出。早在楼上发出声响的时候，陈卫就上来了，他第一时间拽着易元思冲到里面，保护住还在戴着耳机熟睡的蓝月梦。顾行睿形成风墙挡住冰刺，紧接借助风的速度来到冰系男人面前。既然要打，那我们就出去打。他一手一个拽着纯丁男的同伙从窗户跳出去，纯丁男也跟着跳了下去。齐乐有那个心跟他们一起出去看热闹，只是怕给人家添乱，还是乖乖留在这吧。齐乐窝在蓝月梦怀里半梦半醒时，感觉有人在抱自己，试图把自己从他身边抱走。这下的他立马醒来，回头一看是顾行睿。蓝月梦睡得沉没有醒，齐乐被顾行睿成功偷走带回他自己的地方。乖，继续睡吧。什么呀？大反派只是想抱着我睡觉。齐乐不可置信环顾一圈，没有纯丁男他们的身影，恐怕是已经解决完了。行吧，本狐妖就让你抱抱吧，算是半夜还加班的奖励。齐乐心里这么想，其实尾巴早就欢快地缠上顾行睿腰腹。第二天早上起来的蓝月梦看到齐乐在顾行睿怀里时，他嘴角抽搐，在思考究竟是齐乐自己过去的，还是顾行睿抱过去的。看着睡姿放肆，整只狐都趴在顾行睿上半身的齐乐，他觉得可能是前者。难不成小白现在更喜欢瑞哥不要我了，就连睡觉都不想跟我一起了？蓝月梦想通后只剩下伤心。这时齐乐一睁眼就注意到那边的蓝月梦闷闷不乐，他从顾行睿身上跳下来到蓝月梦手边，主动躺下，小肚子朝上。这么萌的举动谁能拒绝啊？蓝月梦还怎么生气？完全被哄好了好吧。齐乐悄悄眨眼，心里骄傲地想着，果然这招百试百灵，没有人可以扛得住。醒了就赶紧洗漱吃饭。齐乐一起来，装睡的顾行睿也没理由再躺下去。几人吃完饭跟陈卫他们会合，不过仅看到了陈卫与马成，没有周晨涵的身影。周晨涵呢？蓝月梦疑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他先去找你们了呢，起床就没看见他。陈卫挠挠头。另一边的马成嗤笑嘲讽着，估计是对谁扭屁股去了吧？他不就是这样的人吗？那我们走吧。顾行睿打算去找黄毛刘哥，看一下在这里需要做什么。至于周晨涵倒是比上一世提前离开，最好也别再回来。几人找到黄毛刘哥时，他满脸揶揄地看着他们，你们行啊，昨天刚来，今天就勾搭上老大了。什么？蓝月梦刚开始还没懂，就你们不在这的那个女的，还以为又是什么贞洁烈女呢，结果才第二天，不，当晚就爬上了老大的床，只是他要惨了。黄毛刘哥摇摇头，提前为周晨涵默哀。老大的女人那都是正宫大姐亲自筛选后送上去的，对于这种来历不明、心怀叵测的人，大姐都会暗自处理掉。我听说呀，多半都会被毁容打残废了扔出去喂丧尸，那也是他自己选的路，跟我们没有关系了。黄毛刘哥拍拍陈卫的肩膀，那就行，免得大姐还会连累你们。咱们这商场啊，地下车库和货仓还有几只丧尸，所以你们的任务就是去下面清理丧尸。那货仓里可有不少储备货，可以够我们活半年呢。不过有一点，你们要去的话不能带着他。黄毛刘哥指的是易元思，他的异能是空间，如果让他去，说不定会自己私吞。顾行睿几人了解任务，转身要走，却又被黄毛刘哥叫住。我还没说完呢，我们这里食物下发是按照丧尸人头来算的。马成直接脱口而出，丧尸按照人头计算，疯了吧？让我们把丧
丧尸人头提回来传播病毒吗？黄毛刘哥不善地瞥了一眼，让他闭上嘴。那倒不用，你们只需要带着他就好。随着他的话，2楼的楼梯间门打开，走出来一位约8、9岁的女孩，她瘦骨嶙峋，小脸惨白。普通人，我们去清理丧尸，你让我们带普通人？蓝月梦皱眉，这就是他们的任务。如果他们死掉的话，你们就相当于今天没有食物。顾行睿明白，这相当于一个相互制约。当然，如果你们威胁他虚报数量，核实有误的话，会禁食1个礼拜。这次黄毛刘哥才算讲完，让女孩跟着他们走。女孩看上去一点也不害怕，表情可以说是麻木了，乖巧的跟在蓝月梦身后。几人走楼梯前往地下车库，他们本来带的食物倒是没有被收走，可能人家看不上这一点半点的吧。可再吃个2天也没了，赚点食物还是有必要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陈伟想吃肉了。之前超市里的都被马成跟周晨涵扫荡走了，后面在别的地方搜刮那一点根本不够吃。路上，蓝月梦跟小女孩聊天，打探这里的消息。小妹妹，你多大了呀？叫什么名字呀？蓝月梦声音放缓，让人感到安心。颜柔，11岁。小女孩不为所动。披着羊皮的狼这里也有不少。蓝月梦不敢置信，颜柔不论怎么看都不像是11岁的模样。陈伟掏出随手中的饼干给颜柔，小妹妹，你这也太瘦了，你来这里多久了呀？来，吃点饼干，谢谢。4个月了。颜柔没有拒绝的道理，对于他们的施舍，如果自己拒绝那才是傻子。只是不知道这饼干有没有问题。那也有挺久了呀。这里的老大你认识吗？陈伟问出这个问题。颜柔摇头，不认识。他沉默片刻，看他们人还不错的份上提醒，他们有白粉，那种东西会让人上瘾。老大叫你们去吃饭的话，一定要少吃或者不吃，里面很容易掺杂这些。颜柔就这么一会儿说的话比他一天说的都多。他嘴唇干裂，稍微张大一点就会出血。蓝月梦见状，拿出一瓶矿泉水给他，要喝点水吗？颜柔受宠若惊，真的是给我的吗？不需要什么东西换吗？蓝月梦塞进颜柔手里，他背包里的水还有很多，不缺这一瓶。颜柔拧开水瓶，咕咚咕咚喝了好几口，然而剩下的半瓶却再也没有动过。几人走到地下车库，这里连个灯光都没有。颜柔大方的拿出2个手电筒，自己一个给蓝月梦一个。他们是好人，给自己东西吃，自己也不能很吝啬。有很多新人第一次来地下车库，就吃亏在没有手电筒，被丧尸偷袭死了不少。谢谢小柔。蓝月梦接过手电筒，想交给陈伟，毕竟他跟颜柔用一个就好，他们都属于后勤，杀丧尸他帮不上忙，就不要浪费资源了。但在他开口的瞬间，手电筒先一步被马成抢走。给我吧，我打头阵需要。马成说着自己打头阵，却还是跟在顾行睿身后，为了防止后面被偷袭。陈伟负责殿后，看到这一幕撇嘴，你不是说打头阵吗？怎么还跟在顾哥后面，跟个跟屁虫一样？你倒是去前面啊，这不是顾哥厉害吗？那你把手电筒给顾哥呀。这种情况下手里握着手电筒有安全感。马成并不想放开，但也不想去最前面。顾行睿冷声说道，我不用，他在黑暗里也可以夜视，有没有手电筒都一样，只希望马成拿了手电筒就不要再作妖。你看，我就说顾哥厉害，什么都不需要。马成非但不觉得哪里有什么不好，反而觉得理所当然。顾行睿隐晦的看他一眼，没再说话。齐乐不乐意，嘤嘤2声，这家伙怎么这么让人来气？心里瞬间起了捉弄马成的心思。他悄悄走到马成背后，狐狸尾巴悄无声息地勾住他脚腕，往后一转。在这种黑暗中，脚腕突然被触感异样的东西碰到，这让马成一个机灵，浑身僵硬，手里的手电筒没拿住，掉到地上。他猛地回头，发现没有任何人。刚刚有人抓我脚，你们没看到吗？蓝月梦与陈伟摇头，颜柔没有反应，他看出来了，这人在这里不受欢迎，自己还是不要多嘴了，真是奇了怪了。马成弯下腰去捡滚落的手电筒，后面的蓝月梦憋着笑，他们都看到齐乐的所作所为，只是干嘛要告诉马成呢？看他出糗还是蛮好玩的。马成的手快触碰到手电筒时，一股莫名的风吹来，将手电筒吹远。什么破风？马成骂骂咧咧往前走2步，再次弯腰。这次他捡到手电筒了，只是触感不对，黏黏的液体让他心生不妙。手电筒往前一照，是成堆的丧尸尸体，吓得马成一屁股坐地上。老马呀，安逸2天胆子变小了。陈伟上前把马成拉起来，滚开！马成挥开陈伟的手，不稀罕他的帮忙，这只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丧尸堆。这商场的地下车库还有很多这样的丧尸堆。颜柔出声解释，这里的丧尸很多吗？蓝月梦走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丧尸，很多。这次说话的是顾行睿，现在他感觉到了很多丧尸的存在在慢慢靠近，在哪里？我怎么没有看到？陈伟疑惑的四处张望，他都怕丧尸不够多，获得的食物都少。他们来了。顾行睿蓄势待发。当他说完这句话时，周围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声音。生存小队在地下车库遇到危险，成群的丧尸包围而来，众人无奈只能退到车库外。殊不知更大的危险在等他们。此时陈伟跟马成瘫坐在地上，气喘吁吁。顾行睿还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寻找一个临时落脚点。陈伟虽累，但不忘关心最弱的颜柔。我看那些人来这里都害怕的要死，怎么会让你一个小女孩来呢？你不害怕吗？颜柔本来无光的眼神多了一丝清亮。这个任务给的食物多，你很缺食物吗？工作这么多应该够吃吧？我有一个弟弟，他也需要食物，那他也去做任务呗，不能只靠你吧？那不是啃姐狂魔吗？闻言，颜柔眼神透露一丝忧伤，死死攥紧水瓶不再说话。齐乐被蓝月梦放到地上，没一会儿就感觉到有股奇怪的东西在靠近，见他们没有反应，着急的叫起来，还跑到顾行睿身边，狐狸尾巴不停拍打他的小腿提醒他。顾行睿疑惑狐狸突然做出这种举动，大反派，你快用精神力探索一下周围啊！他是知道大反派也有精神异能的。齐乐用头拱着他的裤腿，有问题。终于顾行睿似乎明白了齐乐的良苦用心，他的精神力扩散开来。他在地下车库里一直在用精神力探路，导致脑袋有些疲惫。出来后收起来，打算休息一会儿，没想到这么短时间又有危险靠近。果然在不远处的灌木丛里察觉到异常的存在。顾行睿眼神复杂的看着齐乐，小白一只狐狸怎么知道这里有脏东西的呢？打起精神来，有丧尸过来了。周围忽地安静下来，寂静的空气中只能听到微弱的风声，窸窸窣窣的声音从茂密矮小的灌木丛里传出来。哥，不是吧？陈伟颤抖着双腿，已经体力不支了。我是不是听错了？我怎么感觉有人在叫哥哥呢？蓝月梦觉得自己幻听了。哥，再次传来的声音让大家都听清楚了。陈伟抖抖身子躲在顾行睿身后，好像是说的哥哥，不会是
鬼吧？是谁在那里装神弄鬼？马成看不下去，直接变出石块向灌木丛扔去。那声音被石块打断后消失，紧接着传来震耳欲聋的哭声。陈卫来到灌木丛边，哭得这么响亮，指定是人了，要赶紧让他住嘴。然而当他扒开灌木丛看到里面的东西时，不可思议地瞪大双眼。下一秒，一道风墙竖在他面前，风墙上还镶着一只利爪。胖子，后退！顾行瑞拽着陈卫把他拉回来。突然有东西从灌木丛里爬出来，在场的人都呆住了，包括顾行瑞也没见过这种形态的丧尸，这是个什么东西啊？马成吓到后退，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变异版哪吒，人家3头6臂，他这盗版双头4臂。陈卫还有心思打去？总是做实验的蓝月梦第一反应就是太恐怖了吧，好像失败的实验体啊。顾行瑞沉思，难不成这附近也有研究所？现在怎么办呀？当然是让顾哥赶紧杀了他呀！马成变出10倍大的石块扔出去，如果能直接砸死那更好了。顾行瑞没有制止，他也想看看这变异丧尸的实力与能力如何。右边的丧尸没有行动，倒是左边才安静不久的头颅又开始哭起来。他哭的叫声竟然将那么大的石块震碎了。哭完后扭头对上马成的视线，对着他开始哭。马成只觉得瞬间5脏6腑都在移位，整个人的魂都要被吹飞了，痛苦的跪在地上。无形的压力让他起不来，其他人看不到，但在齐乐眼里他能看到一圈一圈的音波，让他闭嘴。齐乐心里所想被人说出来，吓了他一跳，原来是顾行瑞说出了他的想法。陈卫听话，从地上抓起一块碎石去堵左边头的嘴，然而右边头颅猛地扭头咬向他的手，陈卫吓了一跳，立马换手，左手摁住左边头颅，强制性让他扭头，左边头颅成功被喂一嘴石块，傻呆呆的嚼起来，看起来左边的头只会哭，身体控制全是右边丧尸的。顾行瑞简单说明现在情况，那砍掉右边的丧尸头是不是就好了？陈卫的右手裹满了火焰，他瞅准时机用火焰招呼丧尸头，右边丧尸头在熊熊烈焰里惨叫着，左边人头害怕的哭出声，利爪迅速抓向最近的陈卫，他躲闪不及，生生挨了一下，左臂瞬间鲜血淋漓，陈卫疼得龇牙咧嘴，血液顺着手臂流淌，还能看着肉末碎。蓝月梦赶紧扶住他退后的身子，手附在伤口上治疗，没有丧尸血液，放心吧。这什么鬼东西啊，头都烧了还不死？马成的骂声让陈卫再次神经紧张，那可是他亲手杀的，怎么会没死？凡是沾了他火的东西都会烧成灰烬的。然而扭头就看见那丧尸定定的站在那里，突然间顾行瑞用雷切断左边还在哭的人头，然而右边丧尸头在生，左边的人头还没出来，不过隐约能听到哭声，4只利爪也在生，这怎么还能长出来呢？陈卫瞬间头皮发麻，现在的丧尸都这么变态了吗？顾行瑞上辈子也没碰到过这种变异丧尸，一时之间还真拿不准对付他的办法。在一旁的齐乐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同时砍掉2颗头，或者是他们那共用的心脏。思来想去，齐乐打算完成前者，他从蓝月梦怀里冲出去，直奔变异丧尸。小白，蓝月梦大惊失色，想追上去，却被身后的颜柔拉住胳膊。这个时候冲出去会死的。顾行瑞听到蓝月梦的声音，诧异回头，正好看到一条白线飞奔而来，在变异丧尸面前起跳，配合那边顾行瑞的动作咬住人头撕扯。变异丧尸察觉到他要做什么，4只爪子都伸向齐乐，想把他扔出去，然而一切都晚了。兽形强大的咬合力让齐乐轻而易举就把人头扯掉了，同时那面地丧尸头也落地。呸呸，这什么味道啊，真难吃！齐乐吐掉人头，疯狂吐舌头。蓝月梦看出他的难受，拿出一瓶水给他漱口。来，小白，我这里给你喝水。齐乐撒开腿就要往人美心善能懂他小心思的蓝月梦身边跑，结果自己刚要迈开腿，一只大手更快搂住他柔软的肚子抱起来。我来吧。蓝月梦看着顾行瑞，敢怒不敢言。现在看来应该是要同时砍掉2个头，还是小白聪明先看出来了。顾行瑞来到变异丧尸尸体旁边，撕开他的衣服，在胸口的位置有个2的标志印记，这个字母标志印记他见过，在上一世父亲的研究所里。这么说这附近肯定有研究所，要找机会去看看。顾行瑞用雷切开变异丧尸的身体，在里面乱翻一遍，没有看到东西，不管是芯片还是晶核，果然研究所出来的变异丧尸连晶核都没有。顾行瑞环视一圈，周围的丧尸跃跃欲试，却不敢上前，不知道是忌惮死去的变异丧尸，还是忌惮杀了变异丧尸的他们。你们好厉害呀！颜柔充满崇拜，他也想变得这么厉害，那是也不看看我们是谁。陈卫骄傲地摆起姿势，却不小心牵扯到伤口，陈卫面容扭曲不敢动，他还不忘提醒颜柔，小妹妹，你技术可别记错了，我这胳膊未来有一段时间不能出来打丧尸了。不会，我会如实上报。这么厉害的人，老大怕是肯定会重用他们吧？这个特别的丧尸不用上报。顾行瑞现在不想让别人知道研究所这件事，为什么？颜柔不明白，这不是一件大功吗？还能体现他们的实力。先不说，我有我的打算，其他的你正常说吧。顾行瑞也没有要给队友解释的意思，他们要求减少数量，对颜柔来说没有损失，他没有不答应的道理，只是心里感到好奇。陈卫对蓝月梦，你有没有觉得顾哥自从看到变异丧尸后怪怪的？可能是被丧尸进阶的速度吓到了吧？那可不是普通的丧尸，那是实验体。齐乐焦急地叫着，却没人懂他的意思。小说里有说某些变异丧尸是研究所用人体与丧尸做的实验体，再多的他还没看到也不知道了，只是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时机出现的，那都是主角攻受出现后才发生的事情才对。蓝月梦给齐乐检查完全身，小白没什么事，下次可不能随便乱咬东西了，听见没？嘤嘤。齐乐瞪着大蓝眼睛，水汪汪的。蓝月梦看得心软，这次就算了，下次可不能哦，真得很危险的。正准备再给他喂点水，齐乐已经被顾行瑞抱起来，马成拖着那变异丧尸的尸体一起回去。他本想反驳，奈何看到陈卫胳膊受伤，另外2人又是女的，只能不情不愿地拽着变异丧尸的一条腿往回走。地下车库里的丧尸还有很多，几人不懂为什么非要拖着变异丧尸尸体这么大的累赘。后来他们不论走哪，丧尸都如老鼠见了猫一般四处流窜，他们才反应过来，这变异丧尸原来还有这用处啊！几人来到货仓里检查这里有没有丧尸，稍微拿一点物资也不会有人发现，毕竟他们没有空间异能，不能装走太多。就连齐乐都跳出顾行瑞的怀抱，直奔有肌肉的货架，趁没人注意全部装进他的空间戒指里。他变成狐狸后，戒指就变成项链挂
挂在脖间，只是毛太多不扒开看不到。齐乐聪明的拿别的小吃过来填补空缺，起码看得过去。倒是苦了想给他找鸡肉零食的几人，不是这么大一片货仓，一块鸡肉的零食都没有。陈卫不死心要再转一圈，就是啊，没有的话我们拿什么喂小白呀？上次拿的快没有了。蓝月梦也吐槽，顾行睿没有说话，只是用实际行动表达，到处都仔细看各种肉的配料表。心虚的齐乐从空间戒指里拿出一些鸡肉零食摆回货架，然后就是开始演戏。嘤嘤，这里有鸡肉，你们快来呀！听到齐乐的叫声，三人立马奔来。不愧是小白，狐狸鼻子就是灵。陈卫竖起大拇指，三人很快就将那小堆零食都装好了。要不是你们找不到不罢休，我才不想拿出这些呢。齐乐哼哼唧唧，顾行睿以为他是不开心他们没给他吃一袋，于是撕开一袋鸡肉，抱起齐乐亲手喂他。哎呀，这样不太好吧？好好吃呀！齐乐吃的不亦乐乎，几人把背包填满的差不多才离开货仓，就连颜柔都拿了2个面包和一袋方便面，因为弟弟喜欢吃。顾行睿一手抱着齐乐，另一只手也不停，到处收割着死掉红眼丧尸的金核，给他们一人几颗，剩余的自己保管。这玩意一次性吸收多了也不好。齐乐对金核感兴趣，在顾行睿又收集一把药装起来时，伸出爪子勾住他的衣领，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呀？你也想要？顾行睿不太放心，怕齐乐给吃了。虽然他感觉到齐乐不同寻常，但不确保吃了这个会不会有事。齐乐整只狐都趴在顾行睿胸口，大尾巴缠住他的胳膊，蓝眼睛不灵不灵闪烁着泪花，似乎他不同意就能哭出来一样。你一只狐狸还能哭出来不成？齐乐点点头，头上的狐耳跟着抖动，蹭到顾行睿下巴上。真是听懂人话是装都不装了。其实他不知道是齐乐好奇心占上风，让他此时忘了自己是只狐狸。顾行睿无奈拿出一块小的金核塞给齐乐，你只许看看，不能吃掉。他话音刚落，齐乐已经把金核吞掉了。顾行睿心里咯噔一声，漆黑的瞳孔里冒着火星，更多是担忧，伸手就去掰他的嘴。齐乐乖乖配合，张开嘴，让他接受自己把金核完全吞掉的事实。顾行睿看齐乐还是那么生龙活虎，完全没有任何事情的模样，他有些不放心，将齐乐交给蓝月梦再次检查一下。蓝月梦不知原因，不过听话照做，没事啊，小白身体棒着呢。齐乐惦记着金核的味道，他感觉自己吃了金核之后腰丹发热，应该是有助于他修炼的，于是跳出蓝月梦的怀抱，抱顾行睿的大腿撒娇。顾行睿无奈，见齐乐吃掉确实没什么事，后面金核基本都入了他的肚子。齐乐吃到打嗝，迟来觉得自己好困，吃饱喝足才是狐生大事。他昏昏欲睡，最后在顾行睿怀里寻个舒服的姿势睡去，从地下车库回到商场，换取到应得的食物。黄毛刘哥对他们杀死丧尸的数量表示震惊，这可快破他们这里的最高纪录了。殊不知这还是没算变异丧尸呢，要是算上破纪录那是妥妥的了。几人从仓库出来，路过盐油的地盘，看到平常围绕在他身边的美女都不见踪影，只留下周晨涵，他整个人挂在盐油身上，不知何时涂着玫粉色指甲油的手伸进盐油的衣服里向下走去，辣眼睛。蓝月梦扭头走掉，马成倒是一眨不眨，阴沉的盯着周晨涵。骚货！那边的周晨涵听到这边动静，扭头抛给顾行睿一个媚眼眼含秋波。陈卫瞬间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哇，他还想两边都勾搭，对顾哥抛媚眼，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走了。顾行睿没什么感情，只是奇怪怀里小狐狸睡的是不是太沉了，平时走路颠一点他都不乐意，嘤嘤叫着，怎么现在不论自己怎么逗他都没反应呢？不会是那金核吃多了真的有问题吧？顾行睿火急火燎回到4楼，将齐乐放在自己休息的位置上。怎么了瑞哥？看你一路上心不在焉的，月梦你再给他看看，我都给他检查好几遍了。蓝月梦不明白顾行睿为何这么执着，他吃了金核，我看他没事，就由着他多吃了点，想着他能听懂人话，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没想到吃了就一直沉睡。什么金核？那东西不是只有异能者才能吸收吗？而且还是吸收，也不是吃啊。蓝月梦这么一听，干脆用异能检查齐乐，可不管几次都没有结果，还是没问题。小白是不是单纯太困了？你让他睡一晚上呢，明天我们再看看吧。行，那就这样吧。不过在这之前还有一件事。蓝月梦从兜里掏出手机，充满期待的大眼睛看着顾行睿，又没电了。他把指尖放在手机充电口处，释放一丝丝符合充电的电流，只需几秒，蓝月梦的手机就提示已满电。要我说，瑞哥才是超级快充。蓝月梦心满意足的走掉，这就是他那特殊独一无二的充电方式，敢让顾行睿这么充电的，他是头一个，却不会是最后一个。半夜齐乐只觉得自己体内火热，浑身的妖力无处释放，好难受。翻来覆去后，他终于忍不住睁开双眼，好难受。齐乐小声嘀咕，然而刚说出口他就惊呆了，自己怎么变成人形了？小狐狸在睡梦中不小心转换成人形，大佬发现后心动不已，对着小狐狸就是狂撸猛吸，真的是个狐狸精。什么狐狸精？他明明是高贵的天狐狐妖。此时因为发热，齐乐又睡了过去，腰间的衣服被蹭上去一截，顾行睿的手往下移，从衣服挪到裸露在外的肌肤上，好烫。齐乐在梦里也不忘梦遗，顾行睿持续对自己使用冰翼能降低体温，然后就这么抱着他失眠了。在清晨时，齐乐不受控变回狐狸，就这样窝在顾行睿胸前。唯一遗憾的点就是没有看到小白的正脸，他第一声叫的大反派又是谁？盯着狐狸形态的顾行睿在天快亮时终于有了睡意，他决定浅眠一会儿。突然齐乐后知后觉被吓醒，我是不是在大反派怀里变成人了？嘤嘤。齐乐看着自己细长洁白的爪子，不太确定那是不是自己的梦。醒了，齐乐一有动静，顾行睿就醒来了，看到他还是狐狸形态，有些失望，不过内心也涌出一股庆幸，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秘密。齐乐被顾行睿摸着后背，觉得他怎么变得有点不一样，尤其是看自己的眼神。小白，蓝月梦一觉睡醒，第一件事就是关心齐乐。昨晚睡之前他还在昏睡着，齐乐不知道发生什么，只是睡一觉起来，大家对自己的态度怎么都怪怪的，仿佛自己出了什么事。他不就是睡了一觉吗？虽然睡得忽冷忽热，最后还有一个
块大石头随着他的想法变换温度。还好你没事。蓝月梦抱着齐乐，将头埋进他那柔软的毛发里。顾行睿抱起齐乐，打断两人的煽情。男女授受不亲？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大反派什么时候在意这个了？小白一只狐狸，跟我有什么不能亲的？蓝月梦撅嘴，不满意要把齐乐抱回来。小白是公狐狸，万一你勾搭人家了怎么办？顾行睿的态度坚决，抱住齐乐不撒手。要是找我也不是不可以。根本听不到他心里话的齐乐炸毛。嘤嘤，大反派你在说什么？我才不呢，只有动物才。我修炼成妖后很久都没过了。瑞哥瞎说什么？你看小白都不乐意了。孩子大了面薄。顾行睿拿出练习多次的手法，按摩齐乐耳根下，他很快就安静下来，惬意的在他怀里享受。蓝月梦觉得瑞哥睡一觉醒来人都睡傻了。顾哥外面有人要进来，被胖子哥拦住了，在旁边当半天透明背景板的伊元斯开口，他看到外面陈卫被那个女人推搡半天了。顾行睿这抱着齐乐出去，那架势颇有一种皇贵妃抱猫来看妾过来兴风作浪的感觉。好赖话你分不清，你不是吵着要见顾哥吗？我给你叫来了，你自己去跟他说，早这样不就好了吗？我时间可是很宝贵的，他要争分夺秒抓住言由的心坐稳这个位置，等姚荣这个正主一回来，他就可以取代他成为这里的大姐了。还真是跟一个人一个样，我都不认识你了，难怪顾哥不动心，虚伪。陈卫不得不承认他被这个女人恶心到了。这时顾行睿过来了，周晨涵接触到他的视线，强装镇定，瑞哥，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你这狐狸可以借我2天不？顾行睿垂下眼眸，要狐狸做什么？真是该死，要什么不好，居然觊觎他刚化为人形的小狐狸。言由说你这狐狸看着聪明乖巧，正巧他也想养只宠物玩玩，想让我过来问问，看你舍不舍得割爱。宠物他不是有好几只吗？怎么是腻了？周晨涵一开始没明白他的意思，还在想言由哪里有宠物，反应过来后满脸羞愤，他想不到这种话有一天会出自顾行睿的口。你什么意思？你看不起我？周晨涵指着顾行睿气到发抖，你自己做的选择我无权论断，我不管你说什么，这狐狸我指定要带走。周晨涵伸手就要去抱齐乐，他可是在言由面前大放厥词，肯定能带回狐狸的。顾行睿抱着齐乐后退一步，周晨涵扑个空，瑞哥别这么不讲人情嘛，我拿食物或者其他东西跟你换。周晨涵表情示弱，身子却在扭动展示自己的好身材。他现在的储备粮都是言由负责，那是不缺吃不缺穿啊。当然如果顾行睿想跟他睡一觉来换那更好，反正自己也不亏。顾行睿双眼都是冷意，唇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你觉得我缺这种东西？他目光温柔地落在齐乐身上，不知道小狐狸变成人形有没有异能，就算没有是个普通人我也护得住。在顾行睿的气势下，周晨涵略显狼狈，人家不缺的东西都是靠实力挣来的，倒是他走的路不对。他咬紧双唇迎上顾行睿的目光，声音慢慢低下去，眼中划过一丝痛苦。我知道瑞哥你一直都很厉害，看不起我这种人，可是为了生存我也没有办法呀。好家伙，这女人见强夺不成开始卖惨了。齐乐仰头想看顾行睿的表情，大反派不会上当怜香惜玉什么的吧？放心，我不会拿你去换任何东西的。顾行睿似有所感，与齐乐对上视线，许下承诺。什么吗？这么肉麻？齐乐低下头，嘴角却忍不住微扬。瑞哥，真的就几天，我保证会把小白怎么送过去的就怎么带回来。周晨涵伸手就要去拽顾行睿的袖子，不放心再次出来看热闹的陈卫一步跨上前，你这人说话归说话，别总动手动脚，你现在可是有夫有主的人。周晨涵脸上凄惨的表情一将恼羞成怒，胖子，我们当队友那么久，你何苦这么羞辱我？那我说的不是实话吗？你难道不是趁他们大姐不再爬上位的吗？我们只是各取所需而已。那我们跟你可没什么各取所需的，你有的我们都不要，我们有的你也别打主意，快走快走。陈卫摆摆手把周晨涵赶出4楼，你们会后悔的。周晨涵看着铁门重重关上，不甘心咬牙。这天晚上顾行睿鬼鬼祟祟出门了，齐乐他好奇他要去哪，悄悄摸摸跟在顾行睿身后，出商场来到昨天杀掉变异丧尸的街道上。齐乐怕被顾行睿发现杀狐灭口，所以一路上都很小心翼翼，用妖气隐藏自己。顾行睿之所以能察觉到齐乐的存在，是因为路上看到了猎犬，猎犬可以捕食体型较大的动物，在原来自然界中算是狐狸的天敌。齐乐在生理反应上有些害怕，导致乱了妖气，才让顾行睿发现他跟着自己。齐乐狼狈躲进一棵树后，直勾勾盯着在街道上晃悠的猎犬，仔细一看是只丧尸犬，他提着的心放松下来。作为一只狐妖，怎么能被丧尸犬吓破胆呢？齐乐跳出来，仿佛刚才胆小的狐狸不是他一样，着急跟上顾行睿。这里也没别人，齐乐干脆一道妖气过去，猎犬的头和身体直接分离，解决掉这个麻烦。他继续跟踪，只是有一点比较奇怪，对方似乎并未走远，像是在等自己。顾行睿确实没走远，没想到齐乐有自保能力，而且看上去跟他们的都不太一样。难道这是传说中的妖，还是小白也是某种变异体？齐乐紧赶慢赶追上顾行睿时，他正在游乐园一处墙壁那里摸索，这里还有飞着苍蝇的垃圾堆，可能吸食了丧尸的血液。这些苍蝇开始袭击他，顾行睿一把火就给他们烧成灰，自己一人丝毫不隐藏全息异能的秘密。其实他是故意的，想展示自己，告诉暗中的齐乐跟着自己很有安全感。但早就知道的他并没有这种想法，反而好奇顾行睿大半夜来这里做什么。难不成其实他是来半夜幽会的？顾行睿人设那么强大，长得也不差，不可能直到末尾都没有感情线吧？一想到这，齐乐不太开心，睁大狐狸眼，他倒要看看到底是哪个角色大美人能拿下顾行睿。然而看他只是敲敲打打半天，就差拿个罗盘来做法了，也没见顾行睿有下一步动作。齐乐藏在树上，无聊的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天天晚上这个点睡觉，他现在都有点困了。突然耳朵尖有点痒，下意识的动作让身体瞬间失衡，从树上掉落。顾行睿第一时间感受到，却不能暴露自己知道他在跟踪自己。看着齐乐四肢轻盈着地才松口气，他虽然安全落地，可也发出不小的声音，尤其在这寂静的夜里。完了完了，要被发现了吗？齐乐整只狐僵在那里，紧接着看到身材高大的男人继续翻找，除了动作中透露着一丝僵硬以外，并没有其他反应。齐乐纠结着再次躲起来，努力放水当笼子的顾行睿，终于在一个墙角看到了熟悉的标志，用东西刻的
的一个图案，那图案像是手术刀又像是针筒，是父亲所在研究所的图腾。顾行瑞划破手指，用自己的血擦在上面。这图案下面就是高科技所，只有在研究所录过血样的有关人员才能开启，而他能打开，还是多亏了父亲将他带进研究所做实验。唯一不好就是这门开的突然起，位置离奇。这次研究所的门竟然是顾行瑞所在脚下开个洞，他直接掉下去，随后地面恢复正常，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齐乐两个跳跃来到顾行瑞掉下去的地方，变成人形。什么情况？大反派呢？那么大个人就直接掉下去了。齐乐趴在地上，能从领口看到那洁白的胸脯与粉嫩。幸亏顾行瑞不在，不然哪里受得了这种诱惑。狐狸耳朵紧紧贴着地面，试图听到下面的动静，偶尔会传来噼里啪啷的声音。他还没搞明白顾行瑞大晚上出来做什么呢？这怎么下去啊？我都没看到啊！齐乐蹲在墙角，努力想找出来机关的位置，奈何顾行瑞的血迹已经被图腾完全吸收，这就是他隐秘的特殊之处。而且就算齐乐发现了他，没有血液也进不去。于是齐乐跟墙角做了一晚上斗争，最后在清晨第一丝日出照亮天空后，他闷闷不乐，变成狐狸，哈欠连天的回到商场，然后发现人家顾行瑞早就回来了。而那边的顾行瑞在掉落下去时，就在努力试着从那个口出去，把齐乐也带进来，放他一只狐狸在外面，自己不放心。不过几次三番尝试无果后，他便放弃了这个打算。研究所能进来就代表会有别的出口，这个入口恐怕是只能进不能出。他继续往里走，这研究所里的东西不多，更像是临时用的小研究所，就连实验机器都只有零星几台，床位也就2个，其中一个还被鲜血浸满。顾行瑞发现那床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这里还有丧尸，这不是封闭空间吗？顾行瑞觉得事情并不简单，这里的丧尸怕是自己发生变异的，或者是实验研究出来的第一批丧尸。上一世后来存活的医生跟研究员都在寻找第一批丧尸用来做实验，想做出拯救末世的血清。可笑的是他帮助那些人那么多，最后却跟着看他不顺眼的人一起设计他，直到他死了也没做出解毒血清来。这次重来，这些东西就让他们自己去找吧，世界毁不毁灭关他什么事？他只要保护好身边人，搞清楚自己身上的谜团就可以了。顾行瑞眼神冰冷，一把火把躲在暗处蠢蠢欲动的丧尸们都烧成灰烬，其中有几位丧尸身上还穿着白大褂，看来是这里的研究人员。刺鼻的味道飘散在空气中，顾行瑞微微蹙眉，冲动了，这里不透气，他只好加快速度，抓紧时间翻找散落的资料，有些资料还被血糊柱完全毁掉。顾行瑞一目十行，翻遍整间研究所的资料也没找到自己想知道的，这里的研究员姓名都是自己没听说过的，恐怕不是核心人员，只是一些做小实验的编外人员。顾行瑞失望地找到出口，一把火将这里烧得一干二净，到外面再绕到入口的位置，注视着狐狸少年在那里对着墙角抓耳挠腮。齐乐背对着顾行瑞，他看不到小狐狸那精致的脸庞，不过光是背影就把顾行瑞深深吸引住了。顾行瑞贪婪地盯了许久，才强制自己转移视线，他应该是在担心我吧，可我现在又不能贸然出去，所以这一晚齐乐想方设法想进去帮顾行瑞，担心他的安全。而顾行瑞凝视着那抹迷人的身影直到天亮，在齐乐之前先一步回去躺下装睡。气呼呼的齐乐挤进他怀里时，顾行瑞心满意足地抱紧他，顺便贴心地帮他捂爪子，一人一壶睡到日上三竿。等他们准备吃中午饭时，黄毛刘哥叫他们去5楼，说是老大有请，昨天周晨涵才无功而返，今天就请他们过去，未免有点沉不住气。必须要去吗？这一看就是鸿门宴啊！蓝月梦撅嘴，他都看出来了，顾行瑞怎么会看不出来？可以去，易元司已经找到了，他们也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直接带着他走就完了。见顾行瑞打定主意，蓝月梦不满也要跟上，跟着大哥才有安全感。他们去找马成时没找到，陈卫说马成跟着一位女人走了，想必是去哪逍遥快活去了吧。于是去5楼会见颜柔的，只有他们4人加一只狐狸。他们推开门就看到了站在角落里，心虚到不敢看他们的颜柔，再联想颜柔到底为什么这么着急要找他们，顾行瑞心中有了个模糊的答案。颜柔视线与他对撞后立马转移，之后更是时不时偷瞄一眼蓝月梦与顾行瑞。来，顾老弟坐着。颜柔招呼着顾行瑞，在大床的旁边支起来一张大桌，上面摆满了肉菜，在末世还开火做一大桌，可见下了不少功夫。颜老大这儿的伙食可真好。顾行瑞坐在颜柔的对面，他的身边坐着周晨涵，颜柔还指挥在一旁干站着的美女招待顾行瑞几人。不用，我对女人不感兴趣。顾行瑞直言不讳。哎呦，这我没想到，没有所准备，等下次的呀。颜柔让不知所措的美女都退下，眼神阴鸷，轻轻扫了眼周晨涵，这种情报都不知道，要他何用？或者是知情却不上报？仅这么一眼，周晨涵就知道自己惹颜柔不高兴了。他是听说过顾行瑞不直，但他不确定啊，没听顾行瑞本人说过，他就没跟颜柔说这件事。你们吃饭不方便，小白我来照顾吧。周晨涵伸手去抱齐乐，蓝月梦抱紧齐乐，拍开周晨涵的手，不用了，小白认人，咬你可就不好了。顾行瑞不想废话，直接表达了2天后会离开的想法。闻言，颜柔逢场作戏的笑容不见踪影。既然你们不想主动留下，那就不要怪我了。强者不能为他所用，那他就要毁掉，不装了吗？顾行瑞夹来2筷子清淡的菜喂齐乐，很久没吃过炒菜的他吃得非常欢。他身为狐妖，根本不怕菜里的佐料，你早就知道了，谁告的密？颜柔的眼神先逆向易元司，后又瞟向颜柔，2人害怕的不敢说话。颜柔头恨不得垂到地下，颜柔仿佛才想起来自己为什么把他叫过来一样。对了，我听某人说你们前天杀了变异丧尸，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不跟我们说呀？没必要。顾行瑞不在乎这件事有没有被捅漏。颜柔紧紧咬着嘴唇，他真的不想说，只是颜柔这人用弟弟威胁他，弟弟因为救自己而残废，双腿需要依靠轮椅，他不能抛下他不管。这个人那么厉害，应该会没事吧？在这待的每一分每一秒，对于颜柔来说都是煎熬。他怕顾行瑞发火杀了自己，又
又怕颜由要拿自己开刀杀了自己。颜由脸色不好的套话：听说你昨晚还出去一整晚，是有什么发现吗？没有发现，我就是睡不着，出去走走。颜由青筋暴起：顾老弟，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这顾行睿必须留下来，他死也不肯说的秘密自己也要知道。颜由抬手，周围的人瞬间围上来，有几个眼熟的，是在4楼居住的双系异能者，竟然都出动了3个没有异能的普通人，人手一把枪对着他们，对方明显是要靠人数压制取胜，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顾老弟要不要来我的手下做事？不要。他话语斩钉截铁。颜由起身拖着意识不清的周晨涵远离战场，抓住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就能领半个月的物资，半个月的物资谁不心动？省点吃可以休息1个月，谁愿意天天干活跟丧尸打交道？人群发疯一般冲上前去，3个双系异能者的威力更是不容小觑。小说里没有这剧情吧？根本没听说过呀。齐乐被这阵势吓了一跳，大反派你不会有事吧？大反派对上3个双系异能者，小狐狸本以为是势均力敌，却不料大佬只是单方面碾压，甚至在2位异能者的组合技下，他还将小狐狸抱在怀里战斗。强大的风从顾行睿身后刮出，异能者的水硬生生被飓风给推了回去，碰到另一位异能者的冰，瞬间将2位双系异能者冻结。顿感不妙的火系异能者想释放出来火焰挽救一下局面，早就有所准备的顾行睿手指放出一丝丝电流，在这大片的水里足够导电，众人只能浑身麻痹被冻成冰雕，包括看戏的颜由，他浑身不能动弹，只能在心里暗骂，到底是哪个兔崽子想到用水的？顾行睿没有在这里逗留的想法，既然他们都不再出手了，自己可就和小队里的人大摇大摆走出去了。离开这里，颜由就不能拿他怎么样，更何况用不了多久他就会下去见阎王。他们往外走时还碰到前来看热闹分一杯羹的马成，以滑稽的模样冰封，那副看好戏的嘴脸让人厌恶。陈卫见顾行睿没有要带走他的意思，也装作没看到，甚至还把那冰雕撞倒。他们走出商场，不仅甩掉了马成与周晨涵，还多了个空间异能者，空间里还有一大半属于颜由的物资，现在都属于他们了，简直不要太爽！大反派太酷了！齐乐兴奋极了，被带着狐假虎威的感觉超赞。顾行睿都走出商场好几米了，才回头询问易元思：“你是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不愿意我们也不强求。”按照上一世是他路过顺手救了易元思，所以才心甘情愿跟着他们。可是这一世那些事情都没有发生，万一人家并不想呢？我要跟着的。易元思感谢顾行睿上次帮他，而且跟着他走自己就再也不用受欺负。顾行睿几人要去湾市，齐乐不记得大反派与顾行兵是在哪里相遇的，但顾行睿清楚记得上辈子就是在湾市附近碰到的，所以这座城市里没有他的身影，那大概率就是湾市了。几人在商场附近找到可以使用的车辆，突然一只红眼丧尸猫从车后钻出，众人来不及反应，齐乐从顾行睿怀里跳出去，借着车顶扑向那只红眼丧尸猫，犬齿紧紧咬住他的脖子，血液喷洒在他白洁的毛上，略显狰狞。红眼丧尸猫惨叫着摔倒在地，却挣脱不开身后的齐乐。陈卫反应过来，拿出匕首捅进猫的脑袋里。小白，你怎么能直接咬丧尸呢？你不会变异吧？陈卫惊慌失措，蓝月梦整个人也是傻住了。上次齐乐咬那双头变异丧尸，他就吓得不轻，可能是因为咬的是人头才没事。不过这只猫是实打实的丧尸啊！蓝月梦把齐乐放在车顶上，去查看他嘴里的情况。齐乐满嘴都是丧尸血，还顺着嘴角流到肚子上的毛，看上去脏兮兮。我没事，就是好想漱口啊！丧尸血真的好臭。齐乐乖乖配合张嘴，狐狸眼睛却一眨不眨的看着顾行睿包里的水，表情可怜兮兮的。顾行睿皱紧眉头思考，小白能变成人，代表他有思考能力，不可能不知道丧尸血多危险，除非他很肯定自己不会有事才敢这么做。正如他所想，齐乐作为最后一只天狐，一直被狐族宠着，各种罕见稀缺的草药丹药没少给他，阴差阳错之下也是让齐乐练成百毒不侵的躯体，哪怕是这丧尸病毒在远古那些草药下也是不值一提。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齐乐的血液里也流着草药的成分，这件事如果让别人知道，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这件事齐乐谁也没有告诉，包括他的亲人。蓝月梦动作有些着急，弄疼齐乐了，他不满地叫着，变成狐狸都没人能懂他，他现在想漱口啊！齐乐蹬开蓝月梦的手，扑向顾行睿，顾哥小心啊！陈卫看齐乐目标明确，张开大嘴露出犬齿，且动作迅速，一瞬间以为他是变异成丧尸了，哪怕再不舍，也不能让他伤害顾哥呀！秉着这种想法，陈卫手里的火扔向齐乐。胖子！蓝月梦吓了一跳，犹豫一瞬，却也没阻止他。小白跟大哥比，还是大哥重要。齐乐用犬齿一口咬破顾行睿背包边上的水瓶漱口，随后就感觉背后一股杀意，再回头只见顾行睿的胳膊挡在他背后，好像还冒着烟。另外2人的神色也不对，什么情况？自己状况好多了的齐乐，这会才发现顾行睿的脸黑如锅底。是我做错事了吗？我就舀了个矿泉水，不会这么小气吧？齐乐默默把水瓶推过去点，也没多少，我还给你呗，别生气。小白，瑞哥。蓝月梦察觉是他们错怪齐乐了，你们是想杀了他？刚刚还是他救的你。顾行睿冷厉地看着2人，让人不禁心颤。对不起，我以为小白变异了要攻击你。陈卫赶紧道歉，还不忘从背包里拿出齐乐最喜欢的鸡胸肉赔罪。小白不要生我的气，原谅我，我也是担心顾哥才这样的。想着齐乐可能就要变异成丧尸，他又难过的拿出好几袋小零食，你要吃什么我都有，你多吃点吧，好上路。嘤嘤，胖子说的话怎么那么别扭？放心了，我不会死的。齐乐叼过鸡胸肉，慢条斯理的开吃。小白，你吃快点吧，死也要当只饱死鬼。陈卫又撕开一袋鸡胸肉，他这行为蓝月梦也没有阻拦，他也想让齐乐舒服一些上路。易元思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拿着梳子蹲在一旁，我可以给你再梳梳毛，美美的去世。顾行睿被烧伤的手在蓝月梦的治疗下恢复差不多，走去翻找红眼丧尸猫的金盒，他没事，这狐狸可有本事着呢，以后有更让你们大开眼界的时刻，赶紧动起来离开这里。真的吗？可是他喝了丧尸血呀！陈卫诧异，心里却止不住开心。你不信的话，让月梦看看他的身体状况。顾行睿将金盒扔给齐乐，他很喜欢金盒来着。按理来说，被丧尸体液感染，人体内的器官会先衰竭，然后再发生异变。蓝月梦半信半疑检查齐乐的身体，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他体内相安无事，没有一点要衰竭的迹象。这之后的路上，蓝
蓝月梦不信邪，时不时就检查一下齐乐的身体状况，确实都很健康，他这才彻底放宽心。几人保证这件事千万不能说出去，不然他很有可能会被带去做研究。而齐乐也是看现在的人都是属于顾行睿绝对忠心小队，所以才敢舍身上去救他，不然就红眼丧尸猫那个速度，陈伟很有可能命丧猫爪之下。这儿的剧情本来是马成胳膊受伤，迫不得已及时截肢一条胳膊，预防病毒扩散才保住命。现在那两人不再意外还会有，只是受害者变成了陈伟。同样意识到这点的顾行睿眉头紧皱，这代表我最后还是跟前世一样会死吗？几人开车来到一处酒店，打算在此过夜后再去玩时，5星级酒店现在荒凉至极，因为里面的住客不多，丧尸也不多，看起来还蛮干净的。几人在1楼找了3间干净的房间紧挨着，让蓝月梦住中间，这里就她一位女孩子，如果出什么事大声呼救或者敲墙，隔壁的2间都能听到。易元思与陈卫一间，他可以保护易元思，顾行睿自己一间，当然他抱走了齐乐。蓝月梦还委婉地表示自己一个人睡害怕，想要抱着狐狸一起。在不知道齐乐可以变成人之前，顾行睿倒是能允许，但现在不可能了。他知道齐乐可以变成人，还是少年，男女授受不亲，更不能让他跟蓝月梦睡一起了。早点睡，有问题叫我，他今晚不一定安全，我看着。先前一直觉得齐乐不会变异的顾行睿，竟然用这个借口将他抱回自己屋。顾行睿这么说，蓝月梦确实没办法反驳。如果齐乐最后还是变异了，自己很容易就会被杀掉。不过他还是不甘心撅嘴。瑞哥好狡猾，自己一人霸占小白。晚上房间没有灯光，今晚的月光也格外微弱，房间安静的似乎散发着异样气息。蓝月梦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猛地坐起来，手机又没电了，周围这么安静没点声音，实在睡不着。这才11点，大哥应该还没有睡吧？蓝月梦思索再三，决定壮着胆子去隔壁找顾行睿，让他充个电。寂静的走廊里，蓝月梦轻轻敲响他的房间门。他记得顾行睿告诉过他，自己住在他的左手边，房间有问题就来找他。只是时间1分1秒过去也没人来开门，不会睡着了吧？蓝月梦本来准备好失望的离开，结果发现门把手压下去能推开，瑞哥竟然没有锁门。瑞哥，我进来了。蓝月梦怕打扰到顾行睿休息，打算在门口看一眼，如果睡着了他就回去。结果从门缝里没看到顾行睿，倒是看到了令人惊艳的一幕。门正对的软皮沙发上躺着一位少年，精致的脸庞如精灵般，银白的头发柔顺散着，重点是那少年头上的狐狸耳朵还有狐狸尾巴，白中带红，跟小白毛色一样。蓝月梦看呆了，小狐狸以真面目示人了，只因多吃了2口金河，所以变成人参，还被意外上门的蓝月梦发现。小白是你吗？他不敢相信，试探着叫着漂亮姐姐。蓝月梦心都飘了，他叫我漂亮姐姐，你是小白吗？他努力放轻自己的声音，怕吓到对方。齐乐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又变成人了，都怪大反派进屋后用金河诱惑我洗澡，没忍住又吃了很多。蓝姐姐你不怕我吗？觉得自己叫人家漂亮姐姐不好，于是齐乐改口，我可是妖哎，正常人看到自己不应该是尖叫着跑开吗？为什么感觉漂亮姐姐很兴奋呢？很喜欢漂亮姐姐这个称呼的蓝月梦听到齐乐不叫了还有些失落，不怕，你这么美我怎么会怕呢？齐乐很想反驳，自己明明很帅气，尤其是他受刑简直威武霸气。看着蓝月梦热情的眼神，不想扫他的心，只是默默把狐狸耳朵尾巴收回去了。虽然半妖状态很舒服，但一直露在外面还是蛮吓人的吧？小白，你是变异了才成这样的吗？蓝月梦有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如果小动物变异后都会化为人形，还都这么好看，那他还找什么下落不明的男朋友啊？他都想养一堆小动物过日了。远方的顾行斌狠狠打了个喷嚏，差点吸引丧尸的注意。不是哦，我是狐妖啊。齐乐还龇牙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很有攻击性，只是他受刑还算有野兽的威压，化为人形后只觉得他这是在卖萌撒娇，反而看得蓝月梦少女心泛滥。哎呀，小白你太可爱了。蓝月梦小白来小白去，觉得叫一个人这样不太礼貌。你既然是妖，那应该是有自己的名字吧？我叫齐乐，是字旁的齐，乐队的乐。齐乐终于能介绍自己的名字了，那我叫你乐乐怎么样？可以啊，我朋友就这么叫我。你还有朋友啊？他在哪呢？我也不知道，我们走散了。其实齐乐根本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挚友了，唯一能联系他的手机早就关机了。想到这，齐乐从尾巴里翻找。对了，蓝姐姐你有充电器吗？用什么充电线啊？姐教你一招。正这么说着，浴室里洗漱完的顾行睿出来了，他脱去了白天那身黑色套装，穿着这里叠放整齐干净的浴袍。要不是蓝月梦心里是有顾行斌的，他都要被诱惑了。瑞哥，大半夜你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了？那句你发什么骚被顾行睿不善的眼神吓了回去，仿佛是自己打扰到什么好事一样。等等，瑞哥去洗澡，外面美人在握，不是我想的那样吧？蓝月梦猛地扭头，乐了，你多大了呀？少年看上去才17、18的模样，比他还要小上一点。顾行睿都20多了，不会想老牛吃嫩草吧？齐乐伸出手指头算着，他很久没在意过自己的年龄了，过了那么多生日也蛮无趣的。顾行睿没着急赶走蓝月梦，都被发现了还怕什么？况且他也想知道齐乐的年龄，还有只是凭蓝月梦是取不出来乐乐这个名字的。乐乐是你的名字吗？我叫齐乐，岐山的岐，乐队的乐。顾哥初次见面，不愧是大反派，第一次见到我这副模样，居然不感到诧异，叫我行睿哥吧。顾哥听着真生分，我跟你可不是第一次见面了。顾行睿握住齐乐伸出来的手，很软，跟之前腰间的触感一样。蓝月梦看着两人偷笑，瑞哥可真行，真看不出来大哥这么会。我今年520多岁了。齐乐终于算明白，随后反应过来，对不起，我比你大那么多还叫你姐姐，是不是叫老了呀？我应该叫你什么呢？因为狐狸模样时蓝月梦总是照顾她，真的很像个姐姐，她自然而然就叫姐姐了，叫我姐姐就行。有这么个可爱的弟弟真是太幸福了。见齐乐的目光放在自己身上，顾行睿一副深沉的模样点头，我也无所谓。好的，蓝姐姐，行睿哥。蓝月梦看到齐乐手里的手机响起来，正是瑞哥，你也给乐乐的手机充电吧。用瑞哥来充电啊？仔细一想，好像真的没见过大反派给手机充电，但他的手机却时常有电。顾行睿抬起手，轻微的电流试探着进入齐乐的手机，慢慢加大电压，寻找适合他
手机的那个度。齐乐试探开机，开机动画立马蹦出来。天呐，真的行啊！他整只糊都傻了。这可是我发现的厉害吧？我刚开始提出来时，瑞哥还说我在异想天开。蓝月梦嘴角上扬，脸上浮现出洋洋得意的笑容。尝试破坏的手机也不少。顾行瑞面无表情拆台。蓝月梦还没为自己狡辩，门就被敲响。这个点还有谁？瑞哥，你又约了别人？顾行瑞双眸泛冷，别又，我一个人也没约，怎么那么多人坏他好事？蓝月梦偷偷吐舌，自觉去开门。门外是着急的陈卫，看到蓝月梦松口气，月梦原来你在这呀，我还以为你不见了。陈卫解释着，突然看到蓝月梦身后的齐乐，这是外国人吗？他瞬间警惕起来。胖子哥，我是齐乐。他从沙发上走到门口，礼貌打招呼。你谁啊？一副跟我很熟的样子，我根本不认识你哦。陈卫远离齐乐，免得自己被美貌诱惑。我是小白呀。齐乐想用人形跟他们走下去，那么就要告诉他们狐狸小白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他齐乐。你真的是小白吗？陈卫呆住了。齐乐干脆放出狐狸耳朵，在他面前晃动。不信的话，你也可以摸摸看。齐乐不介意陈卫上手，但顾行瑞很介意，他眼神冰冷，警告陈卫，如果他敢碰，那么他的手就要遭殃了。我都还没摸过齐乐的耳朵。不了，真的是小白呀，好稀奇。你是因为丧尸血变异了吗？陈卫的第一反应也是这个，他体质有点特殊才会这样。顾行瑞接过话，是妖这件事还是人知道的越少越好。好酷啊！陈卫竖起大拇指，没有继续追问，谁没有点小秘密呢？顾行瑞觉得自己真的要把他们赶走了。长夜漫漫，他要珍惜与齐乐相处的时间才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变回狐狸。不过他又察觉到门口站着个人，谁在呢？是我。门口的一员司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犹豫很久才推门进来。陈卫出去那么久迟迟不回来，他怕被抛下，这才出门寻找，发现他们都聚在顾行瑞的房间。他刚到这来就听到不该听的话，小白那只狐狸变成人了，还这么好看。对不起，我不是有意偷听的，属实是内容过于震撼，让他呆站在原地消化。行了，我都困了，你们快回去睡觉吧。门再次被关上，为了防止有人再不识趣的打扰，顾行瑞还给门外面加道锁。接着睡吧。他眼神迷离，属于男性的荷尔蒙充斥着整间屋子，齐乐都觉得有些燥热。顾行瑞坐在有弹性的大床上，过来该睡觉了。齐乐之前不是没跟顾行瑞睡在一起，只是那时他还是只狐狸啊。怂什么呀，齐乐，你不是还要勾引大反派吗？现在就是机会啊！齐乐自我攻略完成，眼一闭心一横坐到了床上。顾行瑞嘴角勾起，让他去里面，自己躺外面。齐乐躺得笔直，身上穿着衣服睡觉还真有点不舒服。不过更不舒服的是身边那火热的肉体。床这么大，大反派非离我这么近干嘛？他的呼吸都打到我脖子上了，好痒。齐乐伸手想去推顾行瑞，可扭头看他睡得很熟，只好咬唇往床里面挪挪。然而他挪一点，顾行瑞就凑过来一点。齐乐怀疑这人是不是根本没睡。就在他打量顾行瑞，寻思用什么语言来戳穿身边装睡的男人时，顾行瑞开口了，皱着眉似乎在寻找什么，一把抱住齐乐，嘴里嘀咕着了：“抱我做什么？”这就抱上了。身边的人没有动静，齐乐也冷静了下来。不过这里也没有厚被子，他们翻找好久也没找到。没办法，谁让我心软呢？齐乐放出狐狸尾巴盖住两人的腰腹部，来自某国的健康习惯，睡觉盖肚肚。顾行瑞感受到腹部的柔软，将怀里齐乐抱得更紧。他的想法是让齐乐把狐狸耳朵也放出来，不曾想齐乐干脆来了个大变身，变成2米长的狐狸，局促地趴在床上，将顾行瑞揽在怀里。这下子大反派总不会冷了吧？齐乐尾尖发红的狐狸尾巴有一下没一下的轻拍着顾行瑞，哄他睡觉。自己这个体型很久都没释放出来了呢。毛茸茸的大尾巴盖在顾行瑞身上，触感轻柔。本来还有些不满的顾行瑞觉得这样也不错，是个很新奇的体验，感觉浑身都被暖乎乎包裹着，有回到妈妈肚子里的安全感。早上顾行瑞醒来后，看到齐乐还在沉睡，瑞哥还没起来呢。门外的蓝月梦敲门，他算是发现了顾行瑞自从认识齐乐后就开始君王不早朝了。起来了。顾行瑞起身，身上的狐狸尾巴滑落。齐乐感觉到他身上布满了自己的味道，颇有些满意，随后又觉得这样不好，这种想法好涩涩呀。齐乐起床来到房间外，碰上吃着早餐面包的陈卫，他突然想起什么，对了，小齐啊，你有异能吗？陈卫差点脱口而出，小白还好及时改口，应该算有吧。齐乐斟酌着回答，什么系？陈卫的这句话引来众人侧目，大家都想知道齐乐的能力，狐妖的能力会与众不同吧？火系吧？齐乐也不太确定，不过他的妖术跟火有关是真的，那跟我一样啊。陈卫手指间放出火焰，橙黄色的火焰在指尖跳跃，看着他这样，齐乐跟着他学，火焰从指尖冒出来，只是他的火焰是红色，看上去就比陈卫的要灼热很多。离他比较近的蓝月梦与顾行瑞都感受到了火焰的温度。顾行瑞看到齐乐的火焰，觉得有点眼熟，曾经在蓝月梦与马成身上看到过，看来那个时候小狐狸没少用异能。乐乐的火焰颜色好深啊，是不是代表他比胖子厉害啊？蓝月梦将手放在两人的火焰旁，感受着不同的温度，一个是普通火焰，另一个简直就是岩浆啊！不能吧，这还有分别吗？陈卫仗着自己不怕火，不信邪将手指伸进齐乐的火焰里，下一秒就嚎叫起来：“哎呦我去，烫死我了！”不怕火烧的陈卫手指竟然被烫出了水泡，这下的齐乐立马收起来小火焰。顾行瑞满意的点点头，不愧是我看中的人。其实异能者与异能者之间也是有等级的，从1阶到8阶有8个等级，现在他们还没怎么意识到。顾行瑞将视线落在陈卫身上，有些发愁，胖子的等级在上辈子到我死也才定格到5阶，现在估计是2阶左右。月梦的倒是脱木系本源的符现在就有4阶，之后更是达到7阶才停滞不前。至于8阶，上一世达到8阶的人除了我，只有另一个凡人的家伙。想到那个人，顾行瑞心里莫名不爽烦躁，视线挪回觉得自己做错事的齐乐身上，这次会有第3个8阶的人吗？几人准备去外市，这车剩余的油肯定是不够，要加满再走。顾行瑞拿出手机打开地图，寻找最近的加油站，规划路线。几人开车走远，在他们身后不远处走出来一只绿眼丧尸，盯着他们的方向发出吼声。开远的顾行瑞似乎察觉到一般，从后视镜向后看却并没有什么东西。加油站在这城市高速旁边，这里的人没有市里多，丧尸也就少了很多，报废的车倒是挺多。顾哥，我们换这个越野车吧，多酷啊！崎岖的山路都可以开，末世逃荒听起来就很带感。怎么，你这么想
想被丧尸追着跑。蓝月梦打开车门，里面的钥匙还在，没有人和丧尸的血迹，跟他们开过来的车相比好的不是一点半点。那就换吧，去把油加满。顾行睿带着齐乐去加油站的商店里，这里东西不多，吃的挺多。陈伟欣喜若狂，胳膊上的痛都忘了，跑去给心爱的车加油。商店的屋里，顾行睿找了个崭新的背包递给齐乐，你有什么要随身携带的东西可以放包里，多余的放小姨那里。齐乐尝试背在肩膀上，只觉得浑身都被束缚住了，非常不舒服。人类的背包没有空间戒指舒服，他才不要呢。我不要，我没什么要随身携带的。顾行睿以为他是嫌弃不好看，我们到了万事可以换个好看的包，我有那么挑剔吗？我只是不喜欢背包。齐乐怒目瞪向顾行睿，你不需要什么衣服之类的吗？或是放我背包里也行。顾行睿退让一步，自己背包的东西也不多，帮他装也不是不可以。不用，我有别的法子装，你就当我有空间异能。对于齐乐自己有小秘密这件事，顾行睿没有觉得哪里不好，不过他不说出来更好。虽然自己不会害他，这件事不要对别人说。顾行睿非常了解齐乐，带他来到放着鸡胸肉的架子前。果然，齐乐看到鸡胸肉后双眼放光，如果他身后有狐狸尾巴，早就开心的甩起来了。齐乐想着顾行睿都知道自己有空间可以存放了，一点也不隐藏，酷酷拿鸡胸肉放手边自动消失。顾行睿基本上可以断定，齐乐空间异能的小秘密在手上，看上去平平无奇，却能储存东西。顾哥，门外传来陈卫的声音，听上去比较慌乱。此时他手里还拿着加油枪，估计是刚加满油，警惕的举着。他对着方向的不远处是一只干干净净站在那里的丧尸，那是只绿眼丧尸，他什么也没做，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赶紧上车！顾行睿上辈子见过这种丧尸，就像人类开始有等级划分一样，丧尸们也有了区别。绿眼丧尸比红眼丧尸要强上一级，再往上还有别的等级，但有一点，那就是红眼丧尸对应1、2阶异能者，绿眼丧尸对应3、4阶异能者。陈卫无条件相信顾行睿的话，与蓝月梦动作利索地钻进车里。齐乐坐进副驾驶，顾行睿负责开车。然而车子启动才发现少个人，小易呢？他说去上厕所，还没回来怎么办？我去找他吧。陈卫就要下车去找易元思，我去吧。齐乐阻止陈卫，他的胳膊还没好，还是不要冒险了。幸存小队遭遇丧尸危机，更要命的是队伍一人失踪，小狐狸背上寻找同伴的任务。此时齐乐往公厕方向走去，旁边的绿眼丧尸有动作了，他抬起手定格在半空，时刻注意他动向的顾行睿知道他这是在发号施令了。绿眼丧尸可以操控比他低等级的丧尸，果然周围开始响起许多吼叫声。陈卫注意到从高速上围过来的丧尸，卧槽，顾哥，我们被丧尸包围了。小齐呢？让他快点啊，我去找他。陈卫打开车门就要下去，你在这坐着，月梦你来开车。顾行睿怎么允许陈卫下去？他现在就是个病号，拥有驾驶证并且喜欢飙车的蓝月梦一口答应。好久没开车了，还有点小激动呢。顾哥，那你们快点啊，注意安全。陈卫看着顾行睿渐渐消失的背影，没有比现在还要嫌弃自己的时刻，都怪我太弱，我要是再厉害一点，那点伤直接就能痊愈了，也不会耽误你。有人说出了陈卫内心的话，是坐在驾驶座的蓝月梦。蓝月梦注意到陈卫的表情失落，先一步把过错揽在自己身上。其实他觉得自己也没说错，如果真的再强一点，什么伤都能治就好了。丧尸圈越来越近，已经开始堵住加油站路口了。厕所方向还没有动静，车里两人的心咯噔一下，慌乱的不行，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就在此时，蓝月梦的手机响起，他看到上面来电人的名字如释重负。瑞哥，你们怎么样？开出去不用等我们，先开出去。顾行睿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还是那么从容不迫，让人听了充满安全感。那你们呢？蓝月梦打着火，不放心的往南侧方向看。我们晚点到没事的，上高速后沿着路开，我们会追上去的。听到顾行睿笃定的话，蓝月梦丝毫不带犹豫，一踩油门直冲加油站路口的丧尸。越野的轰鸣声吸引来丧尸们的注意力，超强的马力与速度撞飞一部分丧尸，压着他们的尸体过去。陈卫在车里左摇右晃，扶住东西才好一点，同时庆幸还好我们换了越野底盘高，不然这还碾不过去呢。抓紧了！蓝月梦加大油门猛地蹬出去，整辆车像流星一般飞出去，还好他及时打方向盘，才堪堪转过弯突破丧尸群，平稳地开在高速路上。后面的丧尸这才反应过来，调整方向继续去追。绿眼丧尸见自己的猎物跑走，不爽地吼了一声，引入高速路旁边的树林里。姑奶奶的，吓死我了！想不到你车技还挺好，再慢一点我们刚刚就撞树上一起去黄泉路了。陈卫被吓得心惊胆战，小心脏还没缓过来，就被车窗边的景象又吓了一跳。他们车速开得这么快，丧尸都远远甩在身后，现在车旁边却跟着一只2米大的白虎，毛茸茸的足尖与尾巴间有着令人眼熟的淡淡火红色毛发，脚底下还冒着火焰，跑起来像是神兽，充满庄严感。他的背上还坐着2个人，英姿飒爽的顾行睿与整个身子趴在狐狸背上还揪着他毛的易元思。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狐狸还能开口说人话。前面路口停车，丧尸都被甩掉了，陈卫眼睛都发光了，骑在这么大的狐狸身上想都不敢想，这是小说动漫里才有的事吧？到了路口后面的丧尸群早就跟丢了，顾行睿和易元思从狐狸身上下来，齐乐化为人形，穿着衣服却赤足，一路跑过来，他的4肢都沾上丧尸血了，要是直接穿鞋里好恶心，于是他决定干脆光脚。还没等他自己有什么动作，就被顾行睿先一步公主抱进车里，你手脚脏了我给你擦擦，还温柔体贴的从背包里拿出湿巾帮齐乐认真擦拭，一根一根擦拭齐乐纤长的手指，仔仔细细，一点血迹也不放过，贪恋与齐乐皮肤相接触的每一刻。我自己来就行。齐乐害羞，还没人这么照顾他呢，虽然感觉像是在吃他豆腐，就算是之前蓝月梦帮他擦爪子，那也是狐狸形态而不是人形。你不方便我来吧。在车的后座里空间确实不大，尤其旁边还坐着这个胖子陈卫。易元思坐在了副驾驶，因为他晕车。顾行睿不由分说擦干净齐乐的手，自然而然把他的腿搭在自己大腿上。齐乐脚趾蜷缩，顾行睿还按摩他的小腿让他放松，然后才擦拭脚上的血迹。齐乐脸红的不行，慢慢习惯后也开始享受。你们怎么出来这么晚？前排驾驶座的蓝月梦可看不到后座这暧昧的一幕，他从后视镜也只能看到2人的上半身。厕所里有丧尸，副驾驶的易元思小脸惨白，直到现在也没缓过来。齐乐点点头，我去找他的时候，他被丧尸堵在厕所里。
理了，就浪费了一点时间，小气酷毙了。陈卫想起刚刚的画面，他真的很想也去体验一下。还好啦，齐乐害羞的挠挠头，在丧尸圈的外面有一个绿眼丧尸，他全程没有参与，而是抬胳膊指挥，恐怕是比红眼丧尸还要高级的存在。以后我们要更加小心了。顾行睿将这个情报告诉大伙，怕他们以后对丧尸掉以轻心。既然话都说到这里，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蓝月梦递过自己的手机，齐乐与伊元司的联系方式他都没有，在末世里联络是必不可少的。反正有雷系异能者在，他们就不会变回原始人类。也是这样，下次再出现状况就可以及时联系了。陈卫掏出自己的手机，开始互相扫码加好友。扫到齐乐的手机时还好奇，你这是什么牌子的手机？我怎么感觉没见过？跟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齐乐绞尽脑汁，我这只是一个小众牌子，没见过很正常。陈卫没多想，掂量两下把手机还给他。齐乐暗自松了口气，发现这些人的好友他都能加上，他们建了个群，里面发的消息自己也能收到，自己也能发出去消息。齐乐以为手机自己好了，满怀期待的给挚友发送消息，发现还是出现红色感叹号。齐乐难过的撅嘴想不通，难道我真的要与我自己的世界脱节了吗？破小说界限还划分的这么清晰。齐乐不安的抠手机，那这个小说故事结束了，我还能回去吗？一想到未来的事，齐乐心里就有股说不明的慌乱与焦虑。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顾行睿感受到齐乐的脚冰凉，本来要给他穿鞋子的手顿住，大手上下拢住两只玉足，传递热度。齐乐瞬间把那焦虑抛到脑后，不是有句话叫船到桥头自然直吗？反正他身边现在还有大反派在，我自己穿鞋吧。齐乐要把腿收回来，被顾行睿强行摁住。你脚有点冰，我给你暖暖。越野车平缓地开在高速路上，附近没有丧尸追击，倒是没有危险了。齐乐觉得肯定是这车里空气不流通，自己才会热。他打开车窗呼吸外面的空气，冷风吹散他脸上的热度，却吹不开脚下的触感。被顾行睿摁住后，他两只脚的脚心踩在他的大腿上，能感受到那充满爆发力的肌肉与温度，肌肤之间只隔了薄薄一层裤子。我乐个豆！天色有点黑，蓝月梦没及时看到路中间有个丧尸扑上来，直接把他撞飞。丧尸360度旋转，沿着越野车子往后飞，不知怎么有一只手还抓住了齐乐这边的车窗，被拖在地上拖行。顾行睿一把搂过齐乐，另一只手扔出雷电，丧尸身子麻痹，重重摔在地上，与车子渐行渐远。怎么样？没事吧？没事，我自己也可以的。其实齐乐手里也捏出妖术来了，就算顾行睿不动手，他自己也可以解决的，我更顺手。顾行睿松开手里的细腰，心里恋恋不舍，又怕吓到齐乐。天黑了，估计是要下雨。顾哥，我们去哪里啊？在两人旁边的陈卫根本看不懂现在的气氛，前面开车的蓝月梦真想把手伸过去捂住他的嘴，看不到他瑞哥多么努力追妻吗？搂不到老婆小蛮腰的顾行睿查看地图，手机上也提醒了今天有大雨，前面路口下高速开不多远有个工厂，我们去那里住一晚。末世还没多久，卫星信号还算完好，时间再长一些，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信号网络了。蓝月梦加速开往工厂，再看到不远处的工厂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淀粉厂工厂。他将越野车停到大厂门口墙边，下车还有勉强可以挡雨的地方，不至于淋个落汤鸡。陈卫下车匆匆忙忙往工厂里跑，一元司慢他一步淋了些雨。顾行睿给齐乐穿好鞋，还不等他下地，一把将人抱起来。齐乐没反应过来，习惯性伸出手搂住顾行睿的脖子，稳住自己，呼吸打在顾行睿脖肩，腰间的手瞬间收紧。齐乐才明白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行睿哥，我可以自己走，放我下来吧。他四肢健全，又不是病号，这样好害羞啊。淋雨就不好了。顾行睿仗着自己体型大，把齐乐护在怀里，还真没让他淋湿，包括他伸出去的手臂。齐乐可不相信他真能挡住，猜到多半是用了异能。顾哥，这里确定能住人吗？最先进去的陈卫后退一步，撞到伊元司身上。工厂里面没有电，黑漆漆阴森森的，怕鬼的陈卫有点不敢打头阵。有灯吧？开个灯应该就好了。伊元司摸索着墙壁想找到开关，不能开灯，万一这里或者附近有丧尸。陈卫哪怕害怕还是有理智在的，随便找个车间打地铺吧。顾行睿抱着齐乐直接掠过两人往里走。蓝月梦停好车过来时，就看到陈卫强装镇定跟在顾行睿身后，他顿时起了逗弄的心思，悄咪咪走到陈卫身后，对着他身边的伊元司眨眼，示意他不要说话。一只冰凉的手摸到陈卫的脖子，还在慢慢收紧。哎呀，这里有鬼！本来还在担心招惹丧尸过来的陈卫嗷一嗓子，整个工厂都回荡着他的声音，手里的火球也蓄势待发。蓝月梦没想到真能吓到这1.8米大汉，立马捂住他的嘴，嘘，胖子是我呀。陈卫感受到蓝月梦属于正常人的体温，这才冷静下来。哎呦，月梦啊，我魂都要被你吓没了，你身后除了小姨不就是我了吗？蓝月梦眼神闪烁着一丝心虚，你走路不是有声吗？刚刚我背后可一点声音都没有，你就是故意吓我的。陈卫戳穿蓝月梦的小心思，又扭头看向帮凶伊元司，还有你，我对你那么好，他吓我你都不带管管的吗？伊元司无话可说，他承认方才也有坏心思，想看看陈卫被吓的模样，有点可爱。走远的顾行睿看站在那里不动的三人一台戏，转身撂下一句，再不走你们就在那睡吧。没看到他怀里的小狐狸都打哈欠了吗？被抱得很舒服，而生出困意的某狐小脑袋瓜一点一点，觉得紧追不得劲，干脆将下巴搭在顾行睿肩膀上打起瞌睡。后面三人看到齐乐的睡颜，立马住嘴默契跟上，打扰小狐狸睡觉是要遭天谴的，尤其是这么貌美的小狐狸。顾行睿找到员工的休息室，不大5个人住一晚还是可以的，唯一不足的是里面只有3张床，顾行睿抱着齐乐睡一张，蓝月梦作为女孩子肯定要自己一张，那么最后一张陈卫就要和伊元司一起睡了。隔壁倒是还有员工休息室，只是让伊元司自己一个人吧，他有点怕黑，怕自己被抛下没有安全感，让陈卫自己去吧，他又怕鬼。蓝月梦自己一个人更不安全了。顾行睿见齐乐已经陷入沉睡，根本不想再多走2步了，陈卫与伊元司两人只能将就着睡一起，好在一个太瘦小，一个胖，可以说是互补了，也不算太拥挤。那边的蓝月梦在玩手机，还不忘给顾行兵发消息，只是都没有回应。顾行睿有小狐狸在怀，齐乐睡得香甜，只是苦了陈卫与伊元司两人，干瞪着天花板不敢乱动，乱扭一下都有可能碰到对方。陈卫受不了这种沉闷，张口轻声打破这尴尬的气氛，你们说这雨明天会停吗？空气
气中很安静，没有人理他。倒是他身边的议员司做了一番思想斗争后开口了。天气预报说明天晴天，晴天，这天气变化可真无常啊，你说对吧？陈卫自来熟上头，不由自主伸出胳膊去捅他右边的议员司，想活跃气氛，却不小心碰到人家腰上，还听到他轻哼声。陈卫整个人都吓虚了，谁来救救我？来个别人跟我搭话吧。就这议员司还不忘回应他两字，他真的，我哭死，永远都不会让我的花落在地上。话说胖子哥，你们为什么去挖事啊？不是他不愿意跟着奔波，只是能力强，自己建个基地不好吗？就像岩油老大一样，让别人来投奔顾哥。跨市的路上太危险了，很容易就被丧尸包围，还有其他未知的危险。我要找个人，找到之后再另做打算。陈卫没回答，因为他也不太清楚。倒是顾行睿出声了，我听说万市附近有个求生基地，那里规模大，制度全，很适合你们去。上一世那里的人也邀请过他，只是当时他有自己的打算便婉拒了。这一世他还是不打算去，但可以让他们去，那里是个好去处。领导者人也不错。蓝月梦不知何时暂停了视频。瑞哥，你说阿斌他真的还活着吗？时间越久，他心里的期待就越少。就算现在告诉他顾行斌死了，他难过一阵子，却也能接受了。在这末世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活着，没有多余的字，就这3个字却给了蓝月梦莫大的安心。晚上大家都陷入沉睡，早早入睡的齐乐反倒是醒过来了。顾行睿将他抱得很紧，也不嫌热，他都有些出汗了。齐乐轻轻退出顾行睿的怀抱，却被抱得更紧。什么呀，大反派为什么总是喜欢抱着我睡觉？想到什么，齐乐安静趴在顾行睿怀里，盯着他小声说：“顾行睿，我热。”明明用的气音，顾行睿身体的温度却在急速下降，让他抱起来很舒服。齐乐的狐狸尾巴忍不住释放出来，在空中摇摆，诉说主人的心情多么开心，就喜欢装睡，分明醒了。在温度适宜的怀抱里，齐乐觉得自己还能再睡会儿，也不打扰顾行睿睡觉。只是某人的手开始不老实，装睡就算了，手还在往下移，摸到他的腰还不停，直到尾巴根。反派大佬不断试探小狐狸的底线，居然还想撸狐狸尾巴。然而他不知道狐狸的尾巴只有伴侣才能摸。齐乐抓住顾行睿胸前的衣服，声音隐忍：“受刑的时候就算了，毕竟没少有人撸过，只是半腰的时候还没人这么摸过他呢。如果谁敢摸他，肯定会暴打他，这都算性骚扰了。只是如果是大反派的话，也不是不行。”尾巴上的手停顿了一下，接着似乎下定某种决心，毅然决然从尾巴根摸到尾巴尖。怀里的齐乐都快抖成筛子了，紧咬着下嘴唇，不想发出奇怪的声音。哪有人这么弱狐狸的？这是挑逗，他都忍成这样，头顶的人还在火上浇油，居然张嘴含住他敏感的狐狸耳朵。虽然只含住了尖尖，但那顶上神经多皮肤薄，很是有感觉。齐乐不小心叫出声，他惊恐地捂住嘴，不敢相信自己居然会发出这种声音。狐狸耳朵敏感地乱窜，想从顾行睿的嘴里挣脱出来。顾行睿还坏心地用牙齿咬他。齐乐再也忍不了了，不再捂自己的嘴，转而去捂顾行睿作乱的嘴。顾行睿睁开双眸，眼里倒映着齐乐羞到白里透红的模样，起了更坏的心思，伸出舌头去舔那掌心，手心感受到温热而又湿漉漉的触感。齐乐不敢置信，这是大反派能做出来的事，崩人设了呀喂！关于齐乐心里的呐喊，顾行睿完全听不到，他只知道阮香在怀情难自控。两人没有再说话，顾行睿的手也安分下来，老老实实的搭在齐乐腰际，平静两人激动的地方。齐乐转移注意力，再想下去就大事不妙了。突然齐乐觉得心脏似乎有些异样，伴随着窒息的感觉，总不会是我对大反派动心，心跳太快才这样吧？没谈过恋爱的齐乐把这种现象归于兴奋，只是时间越来越长，哪怕他都冷静下来，那股窒息感还没有完全消失，这让他慌乱起来。他的内心也多了一股愤怒绝望的心情，不像是他自己的感情，倒像是挚友的。作为最后一只天狐，为了保护住这一脉的传承，在小时候长老们让他们和平均寿命最长的猫族签订了契约，生命共享契约。签订之后他可以出意外，只要猫族契约之人不死，自己就不会死。反之，如果猫族契约之人死了，那么自己生命会大打折扣，却不会死。这个契约对于他来说利大于弊，对猫族的那个人来说却是不太公平的。但挚友知道后反倒是心甘情愿的与他签订。两人从小一起长大，相处很好。契约有一点可以共通，那就是在情绪极端或者是情绪波动较大需要发泄时，对方也能感觉到。可是在这里自己还能感受到契约吗？这里不是小说世界吗？还是说挚友也来这个世界了？齐乐抱着期待从毛茸茸的尾巴里掏出手机，再次熟练的打开微信，点开置顶的头像，发送猫猫头表情包。尽管他心底告诉自己好几次不要伤心不要难过，但看到那红色感叹号还是心凉一瞬。但紧接着那红色感叹号突然消失，变成了网络不好的加载中。齐乐深吸一口气，紧紧盯着那圆圈，心里祈祷期待，着手都不自觉收紧，捏皱了顾行睿胸口的衣服。闭眼假寐的顾行睿本不想偷窥人家的秘密，只是那界面上的红色感叹号真是太多了，他想不注意都不行。他第一反应就是齐乐被渣男欺骗了，被迫了，以前居然还给别人当过舔狗，恨自己认识小狐狸晚了才让他受到情伤。缓存的圆圈消失，消息成功发送出去，齐乐的心像是落入无底洞一般，他应该是要高兴的，只是他现在只剩下着急与担忧。如果挚友真的到这里来了，那刚才的情感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那么愤怒绝望？是不是遇到危险了？还活着吗？这么想着，齐乐试探着发出去消息，问对方在哪里发生了什么，怎么来到的这里，只是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齐乐期待活络的心逐渐凉透，抿着唇退出与挚友的聊天界面，目睹一切的顾行睿心里出现了危机感。小狐狸为什么那么关心这个人？不是前任了吗？难道要找对方复合吗？为什么不给我置顶？我们不是两情相悦吗？第一次动心的顾行睿心里有很多疑问，却不好意思说出口，也怕自己控制欲太强把怀里的人吓走。他记住了那微信的备注名字安小猫，可别先被他找到。齐乐偷偷摸摸抬头，顾行睿秒闭眼装睡。其实齐乐心里想，如果被顾行睿看到就好了，这样他就可以顺势开口告诉大反派自己还有朋友在这。不过他自己也可以的。齐乐给自己加油打气，找到顾行睿的微信置顶，这可是他未来要在一起的男人，就当提前适应好了。不过两人之间谁先捅开这层窗户纸啊？顾行睿从一开始的吃醋，又看到齐乐随手一扔，把手机扔进狐狸尾巴里，有几分怀疑小狐狸
狸说的空间小秘密，不会是它的尾巴吧？可以装下那么多东西吗？其实齐乐的尾巴只能装一些随身物品，再多的也不是不能装，就是会坠得尾巴疼。两人各怀心思，相拥而眠。天亮时，齐乐被顾行睿伺候着洗漱，懒狐狸表示很受用，反倒是另一张床比较尴尬。陈伟与易元思睡着时都躺得板正，不知道还以为是两具死尸呢，但醒来时救不了，可能晚上比较冷，他们身上只有一层薄薄的毯子。陈伟因为火系身上很热，易元思睡梦间钻入他怀里，紧紧揽着他的腰吸取温度。陈伟则是顺手用手臂勾住易元思的脖子，另一只手搭在他的后背，两人双腿交叠，怎么看怎么暧昧。最先醒来的是陈伟，陈伟一脚给易元思踹到了地上，可怜的易元思像是没睡醒的小奶猫，眼睛都没睁开就哼哼唧唧爬起来揉屁股，痛，好痛啊！应激的陈伟自知理亏，赶紧下去把人扶起来。不好意思，我有点起床气。易元思敢反驳吗？他不敢，这人一脚都能把他踢下去，把他吊起来打岂不是很容易？渣男，下了床就不认人。旁边的蓝月梦还在添油加醋，你可别瞎说，我可清白了。陈伟跟蓝月梦打闹离开易元思身边，两人明显松口气，方才的氛围都不自在，只是无人注意的地方。陈伟穿衣服的姿态有些别扭，脸色也有点发白。外面雨虽然停了，可天气不是很好，颇有一种还会继续下的感觉。我们要出发吗？还是再住一晚？蓝月梦自觉的要上车坐驾驶座，却被顾行睿拎到后排。现在就出发，我来开。你开得太慢了，天黑之前到不了。蓝月梦本想反驳顾行睿的话，他开的哪里慢了？昨天那是因为下雨看不清路，只是在坐上车的那瞬间，越野车被开成跑车，都看不清车型，只能看到残影。蓝月梦惜命的抓住安全带，瑞哥，你这不是开车，你这是开飞机，这要是撞到什么可是会死人的，死的还会是我们。前排的易元思面如死灰，这种速度的车让他直接脖子一歪晕了过去，整个身子随着车摇晃。陈伟也心跳如雷，死死抓住安全带跟座椅，唯一镇定的只有齐乐，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就算真的撞到什么了，自己也能及时止损，让大家免受苦难。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多想了。顾行睿开的虽然快却安全，上高速路后更是只有他一辆车，偶尔会窜出来的丧尸，还没看清他们车子就已经过去了。比较倒霉的是在路中间走得慢的丧尸，更是直接被撞上了天。这一路可以说是佛挡杀佛，神挡杀神，这不是越野车，这是一头雄狮怪兽啊！蓝月梦看着从天上掉下来，摔在地上久久不能爬起的丧尸，心里为他默哀一秒，都成为丧尸了还会出车祸。从高速路下去有一条小路，顾行睿发现从这里前往湾市会节省一段距离，越野车行驶下去稍微减速却也快得飞起。站在路中央的小女孩被吓到呆滞，出于生理本能想跑开，只是余光看到一旁的草丛里，最后还是站在原地，紧闭双眼，张开双手拦车，请停车。稚嫩的声音被车声笼盖，除了他自己根本没有人听到。越野车在距离女孩只有10厘米左右的地方停下，飞扬的尘土扑她一脸，女孩吓破胆跌坐在地上，随后想起来自己的目的，双眼满含泪水呜咽，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请救救我。空气中安静好几秒，没有人说话，越野车连车窗都没有摇下来，很显然对方没有要对话的意思。见女孩还跪坐在地上挡路，顾行睿摁了下喇叭示意让开，女孩不敢从地上爬起来走过去，她觉得自己一旦起来去敲车门，这辆车会丝毫不停留的开走，如果他们走掉自己又要挨揍了。女孩不但没有让开，还鼓起胆子站起来，能看到车里的人，4个男人1个女人都很年轻，用那双蓄满泪水的大眼睛楚楚可怜的看着驾驶座上的人。大哥哥请救救我吧，求求你们了。女孩约8、9岁的样子，只穿着单薄的连衣裙，不难看出是睡衣，上面的娃娃领被撕扯得有些变形，在这天里不会冻死，只是瑟瑟发抖，浑身惨白。双方僵持不下，女孩觉得自己现在像个智障，在这里自言自语，但她一迈出脚步试图去敲驾驶位的门，越野车就启动，嚣张地告诉他们，你走开我就开走。女孩不知所措，她从没碰到过这种棘手的情况。草丛里的几人也紧皱眉头，什么情况？这车里没人想救一下柔弱的小女孩吗？他们不开车门，咱们怎么继续演？就是啊，咱们把她掳走，怕是车里的人巴不得然后直接开走呢。有车的人肯定有实力，多少会有粮食，我们可不能放走他们，这是这几天好不容易等来的人，再不来人我们都快没吃的了。草丛里的人冲女孩挤眉弄眼，示意她赶紧把人骗下来。殊不知车里也在开讨论会，当时紧急刹车，几人的额头都遭了殃，除了顾行睿与齐乐。顾行睿有所准备控制着身子，齐乐倒是没准备，不过有一股风温柔地拖住他额头跟身子，让他保持平衡。另外3个人就没这么幸运了，蓝月梦撞的不止额头还有鼻子，直直扑在座椅后背上，生理泪水瞬间飙出来，吸着鼻子控诉顾行睿，瑞哥哪有你这么开车刹车的，得亏我鼻子是真的，不然都得白整。蓝月梦心疼的摸摸鼻子，不对，就算再真，你这么一撞，我真鼻子都要歪了。旁边的陈伟已经痛到龇牙咧嘴发不出声了，鬼知道顾行睿突然刹车，他还张着大嘴在那里跟他们聊天傻乐呢，结果撞到嘴牙齿感觉都要脱落了。至于易元思就是很简单的撞到挡风玻璃前挡板被磕醒，要不是有安全带，估计都能顺着惯性打破玻璃飞出去，这不是什么都没有吗？你怎么突然停了？蓝月梦揉着鼻子没看到车前有什么，难不成是鬼？要不然瑞哥怎么急刹车？他看见丧尸都不带停的，在车底。瑞哥，你把人撞了。蓝月梦倒吸一口冷气，这个车速撞到人，那人怕是血肉模糊成肉饼了吧？那咋办？赔偿一下。作为好公民要遵纪守法，虽然现在估计连法院都没了。不是碰瓷的。陈伟终于缓过来，呸呸2声，吐出来的都是血沫，比跟丧尸打架都要多。碰瓷，这种时候碰瓷，砸死的都不知道吧？怎么敢的呀？车头前缓缓站起一抹身影，看上去一推倒弱不禁风，衣服都很单薄，脸色蜡黄，唇色发紫，估计是冻的，身上还有伤痕，胳膊和腿上尤其多，唯一白净的就是他那张小脸，真的像碰瓷的。陈伟做出结论，怎么办？我们要下车把他撵走吗？他们可没有这同情心，带个累赘，尤其是看起来是还多的麻烦。他好小啊，感觉比我还小。易元思抓紧安全带，他是想救助一下比自己还可怜的人，但也只是能力范围之内，他不想连累顾哥他们。你要我们收留他？陈伟不太满意易元思的好心，不是不让他在末世里冷眼旁观冷血无情，而是这小女孩一看就是钓大鱼的，
有时候同情心泛滥不是好事。没有，我只是随口一说。易元思疯狂摇头，他只是有想法，但想法不强烈。看他们对女孩很警惕，那更不应该收留这个女孩了。动了，时刻注视着女孩的蓝月梦提醒。外面的女孩想提步走向车窗，顾行睿立马发动车子。果然，女孩不再轻举妄动，反而低着头在琢磨什么。顾行睿也不急给她时间，要是今晚到不了外市，他就把这里霸占休息。这个地方前世也来过，他们当时没有目标，不知道去哪。在路过这里时，就看到一场正在上演强掳少女的情节。他们出手帮忙，被女孩感谢，带回她家做客，其实都是陷阱。进去之后会被一堆人围起来，异能者以人数优势释放异能威胁他们交出食物。上一世顾行睿都没放在眼里，直接打翻了众人，这一世又怎么会怕？小易，把你那大喇叭拿出来。陈卫拍拍副驾驶的位子，想出馊主意。易元思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不过乖乖拿出在丽丹商场装进去的大喇叭递过去。陈卫清清嗓子录音，外面的女孩还在苦恼怎么跟车上的人沟通，就见后座伸出来一只大喇叭。我们什么都没有，要钱没有，要食物没有，烂命一条。虽然我不觉得你们能打过我们，如果你非要点什么，我送给你一首歌吧。他只是路过你的心里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斑驳。听到喇叭放出来破音的歌曲，女孩觉得自己耳朵要流产了。不过好歹他们开车窗了，女孩欣喜若狂，立马想上前沟通，却发现大喇叭只是被绳子挂在那里，那人的胳膊早就收回去了。女孩在原地踌躇很久，最后退开。这些人心理防线很死，自己根本骗不到他们的，今晚又要挨饿了。草丛里的人见女孩放弃，气不打一处来，觉得她是个废物，好端端要放走这些冤大头。几人发泄似的用石头扔她，砸在女孩后背上，有些锋利的石块将女孩裸露在外的皮肤划破。女孩早已习以为常，这些都是小事，她还能忍。在车子发动准备离开时，一位风系异能者用异能将女孩推了出去。在他看来，女孩很久没有碰瓷成功过，那就是没用的废物，只会张嘴吃，还不如去死。起码他们还可以有借口讹车上人一些粮食。小狐狸意外从拦路的小女孩口中得知挚友的消息，但也同时联想到一个惊天大秘。此时女孩被撞倒在地，擦破皮没什么大碍，只是她放在身上的东西掉落在地滚出去，是一条小鱼模样的发卡。女孩视若珍宝，赶紧3步并2步爬过去捡起，生怕弄脏。一直没有什么情感波动的齐乐猛然坐直，吵着要下车。胖子让一下，我要下去。他看起来真的很着急。陈卫一打开车门，齐乐就灵活的越过他钻了出去，甚至不小心绊到他的腿，整个人不受控摔下去，也及时双手撑地稳住。车上的顾行睿被齐乐的行为吓一跳，下意识皱眉想要跟他一起出去，却想看看齐乐要做什么。女孩发现有人站在自己面前，此时她也顾不得自己本来的目的，因为那人要抢她的卡子，这是我的。女孩死死护住。齐乐伸出手温和的提出请求，我不拿走，你能给我看一下这条小鱼吗？看一眼就给你。这造型，这卡子还有上面的味道，他绝对不会认错，这就是那安小猫的卡子。他那么喜欢鱼，身上带的饰品很多都是鱼，只是为何在这女孩手里？难不成是在这里遭遇不测了吗？齐乐眼神飞向草丛里躲藏的人，他面色不善，如果是那样，自己一定要为他报仇。他们以为自己躲得很好吗？他一来就发现他们了，好吧。女孩双手死死攥住，摇头。这卡子是那好心哥哥给的，算是这末世里唯一给予他温暖的人，他不想失去他。我给你一些肉，你能把这个给我吗？女孩抿唇，肉那是粮食，拿到粮食自己就不会饿肚子，这段时间也不会挨打挨骂了。那你给我一点肉就行，我可以让你摸摸它。齐乐忍痛割爱，手在兜里拿出2包鸡胸肉，哪怕他有所防备，在兜里用的空间戒指。草丛里的人精还是看出来不对劲，这人是空间异能者，太好了，赚翻了，冲上去绑架他。女孩刚接过鸡胸肉，就看到自己火的人冲上来，嘴里嚷嚷着：“小青抓住他，别让他跑了。”他们说的话，小青不得不听，一只手递上小鱼卡子的同时，还抓住了齐乐的胳膊。不过齐乐根本不在意，这么个3瓜2枣还想抓自己，他不放在心上。可有的人不行，自己看中的人怎么能被别人欺负？顾行睿从车上下来，那些人还没看到他干了什么，就觉得腿上一软，所有人都摔倒在地，被一圈紫色的雷拴在一起，稍微有点动作就会被电得浑身发麻。小青不敢相信，这些5大3粗的人就这么被一锅端了，感到害怕而松开抓着齐乐的手。齐乐重心不在那里，摩挲着小鱼发卡，怀念那人总是一边抱怨刘海长了，一边让自己给他卡得好看一点。这是谁给你的？摸到尸体后，上面属于安小猫的感觉更强烈了，体内的契约也在叫嚣着一个好心哥哥。小青犹豫不知道要不要告诉这人，万一他是坏人怎么办？齐乐看出来小青的内心，蹲下与小青视线平齐，不要害怕，我跟他是朋友。小青这才认真打量齐乐，没了身高和气场的压制，这才发现齐乐也是一位帅气的小哥哥，而且眼神很温柔，没有要伤害他的意思。果然，帅气的小哥哥都爱跟帅气的小哥哥做朋友。那小妹妹告诉我，拥有这个卡子的帅气小哥哥去哪里了好不好？我不知道，这个哥哥是突然出现在我们这里的，看到我在哭，安慰完我之后就走了。还有另一个大哥哥冷着脸，看上去可凶了，两人关系似乎也不太好。小青努力回想，如果是朋友，那肯定很想重逢吧，就像他一样，他好想去找自己的妈妈，不知道妈妈会不会也在寻找自己呢？是吗？那谢谢你了。齐乐摸摸小青的头，种种信息基本上可以确定安小猫也来到这里了，有同伴还关系不是很好，他不会有事吧？旁边当空气人的顾行睿终于忍不住了，拉回齐乐注意力，你在找谁？我挚友发小，必须要找到他吗？当然，没有他我会死的。顾行睿此时就像是被点燃的炮仗，一触即发。我的问题问完了，我们可以走了。这些人怎么处置啊？齐乐完全没有发现问题的重要性，反而沉浸在说不定可以见到挚友的喜悦中。杀了，心情不好就要杀人的大反派终于做了一件符合人设的事。都行，齐乐不懂这些人哪里惹大反派了，不过大反派说什么就是什么。等等，自己是不是忽略什么了？安小猫
猫穿越进来，它与小说主角兽同名，那么是不是代表它穿进来变成主角兽了？那它身边有主角公啊，那自己还担心什么？而是应该羡慕他们那甜美爱情故事啊。可是这孩子说安小猫跟他身边人关系不太好啊，难不成前面虐妻后面追妻火葬场？希望安小猫不要太受罪，不然我可是会帮助他反抗主角公的。小说剧情跟这破世界哪有安小猫重要？想通的齐乐心情好了一些，转身上车，殊不知初来乍到末世的安向阳根本没有适应这个世界，反而一过来就被人掐着脖子威胁，哪有什么爱情故事，小命都差点没了。车旁只留下脸色充满怒气的顾行睿，小狐狸心思都在那发小身上，一点都没发现我的异常。而且我说要杀这些人，他为什么不阻止一下？虽然这些人也不是什么好人，那个大哥，我们这也没做什么坏事啊，就是坑蒙拐骗了一点点，也都是为了生活，放过我们呗，我们什么都不要了。被雷捆住的一听到自己要被杀，赶紧求情。顾行睿没兴趣听他们废话，不过在杀了他们之前问出一个奇怪的问题：你们觉得竹马和天降哪个好？一群大老爷们哪里懂这些啊？就算懂，突然被问这个问题，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能让顾行睿满意啊，只能瞎猜。那肯定是竹马呀，那我觉得是天降。有人说出不同的答案，这样就算是死，他们也有人能活着回去。等活着回去，他们就组织兄弟们再杀回来，给死去的人报仇。奈何就算这么回答，也没有一个答案让顾行睿满意。一道雷全部劈死，什么竹马什么天降他都不管。小狐狸身边只能有我。顾行睿要上车的时候被人拽住一脚，是瑟瑟发抖的小青。大哥哥，可以带我一个吗？小青说完就松开了手，用祈求的眼神盯着顾行睿。顾行睿塞给他一点食物，顺着这里往湾市走，那里有个建筑基地收留幸存者，我们还有别的地方要去。小青知道这是最好的结果了，于是接过食物，谢谢。回答他的是被关上的车门和扬长而去的越野车。车里齐乐在思考安小猫的事情，顾行睿独自一人生着闷气，让其他人猜。蓝月梦对陈卫让他开口活跃气氛，可陈卫哪里敢啊？他怕自己哪句话不对，直接被顾行睿扔出车外了。中午的时候，顾行睿在路边停车，换蓝月梦去开。顾行睿在后排上简单解决一下午饭，其他人都吃完了。顾行睿先是撕开一包香辣味的鸡胸肉，旁边某只狐狸鼻子动了动，被吸引过来。顾行睿当着他的面矜持进食，大反派怎么突然吃我的零食？齐乐侧眸多看两眼，有点馋，也不是不能吃了，我戒指里也有很多，没忍住再看两眼，想吃两口，低头摆弄戒指纠结，不如我也再吃一袋吧。齐乐想了就干，反正在后面角落里也没人注意他。蓝月梦在认真开车，一元思晕车闭着眼，后边的陈卫已经打起瞌睡了。然而他刚摸到香辣味的鸡胸肉，自己小手就被守株待兔的大掌捉住，两手的手指交错，刚拿出来的零食掉在地上。行睿哥，齐乐震惊他的行为，扭头询问，却也不舍得抽出手指。顾行睿的手干燥温暖，有一股眷恋的安全感。他本人猛地凑近齐乐，在其耳边低语，在外面你也敢这么光明正大用你的小秘密？距离太近，齐乐鼻子碰到顾行睿的喉结，犯罪，这人妥妥的在引诱我犯罪。齐乐向来是跟着身体感觉走的，他一口咬在眼前的脖梗，听到耳边传来顾行睿沉闷的闷哼声，只觉得耳朵要怀孕了。感受到顾行睿的身体变僵硬，齐乐偷笑，像只偷腥的狐狸，舔着唇露出狡黠的笑，上半身往后退，想看看顾行睿此时的表情。然而与他想的不一样，顾行睿可没露出害羞或者狼狈的表情，反而是想吃了他。那双深沉的眼竟是隐忍、克制与疯狂。齐乐觉得自己再不放开他，顾行睿能在这里就将自己就地正法了。那个我说我是不小心的，你信吗？这话说的他自己都不信。顾行睿垂下眼眸，没有说话，只是下一秒揽过齐乐，胡乱啃咬着他颈肩。齐乐不反感与顾行睿这么亲密，只是微微歪头，不许躲。顾行睿把他的脸掰回来，以为是齐乐不愿意，是我强迫到他了吗？他可能喜欢。顾行睿恢复离职，说回正事，你不能在外面肆意用你的空间小秘密了，你下次从我的背包里拿吧。从背包里变出东西，只要不是太大太过分的东西，基本都会信。像今天从兜里变出2袋那么大的鸡胸肉，傻子才会信。齐乐乖乖点头，他这副顺从乖巧的模样，搭配他那银白色头发，太像糯米团子了，直戳顾行睿的心脏。大手握住齐乐的手，不安分起来，渐渐有向下搂腰的趋势。瑞哥，车子快没油了，再找个加油站加一下吧。蓝月梦也不想打断他们了，可在油箱见底了。还有，别以为他没看到，后边陈卫装睡的脑袋都快搭顾行睿身上了。为了偷听小情侣，真的是也不带我一个。顾行睿坐正看地图附近的加油站，他身边垂着的头嗖一下收回去。陈卫打了个大大的哈欠，装作刚醒过来。从头到尾只有一元思一个人，是真正的不知道都发生了什么，晕车晕的可怜。再到加油站时，更是在旁边快把5脏6腑都吐出来了。齐乐在脑子里开始捋故事线，等顾行睿找到顾行斌了，离碰到主角公兽就不远了，那自己就能看到安小猫了。而且如果安小猫是主角兽，那么他们就可以沟通，这样大反派是不是就不用死了？他们也不用反目成仇。想到这，齐乐越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找到正在加油的顾行睿，怎么了？顾行睿早就看到齐乐扭扭捏捏的模样，以为他是要来说什么调情令人害羞的话，只是没想到一张口说出的内容就让自己陷入沉思。行睿哥，我想去找我的发小，等你找到弟弟了，可以不可以跟我一起？齐乐用期待的眼神看着顾行睿，如果可以的话，他也不想和大反派分开。他对大反派已经有点依赖性了，但其实他也做好打算了。假如说顾行睿不同意的话，那么自己就一个人去找安小猫。他太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我要是不同意的话，你会怎么办？不知道是不是齐乐的错觉，怎么感觉顾行睿话里藏刀呢？那我就先跟你分开一段时间，等我找到他我就回来，带回来跟你介绍。看到顾行睿脸色更冷，以为他是不放心。齐乐立马拍拍胸脯保证，我很厉害的，绝对不会受伤，不用担心我，你继续做你的事情就好。顾行睿长叹口气，对感情一窍不通的齐乐无可奈何，还带回来介绍，介绍什么？到时候跟他说他们在一起了，他们才是真爱。想法一旦往这边想，顾行睿就刹不住车了。我不放心，你是真怕你跟人跑了也是真跑？不会啊，我跟安小猫撞号了。齐乐明白了顾行睿的意思，根本想象不到他们两小只能干什么呀？看谁的更可爱更袖珍吗？顾行睿哭笑不得，我跟你一起去。你的挚友叫什么名字？安向阳。可
可能因为在小说里主角兽后期要跟大反派对着干。齐乐说名字时有些心虚，小心观察着顾行睿的反应，看顾行睿没有反应，他才放下心来帮着顾行睿一起加油。顾行睿表面上没表露出来，内心还是惊讶了几秒。安向阳，上一世与他处处作对的两人其中之一，竟然是小狐狸的挚友。那为什么上一世我没见过小狐狸？除非小狐狸在遇见我之前先出意外了。顾行睿自己脑补了一场大戏，更心疼小狐狸，心里发誓更要保护小狐狸。这里的加油站更偏远，加完油也没有什么突发意外，倒是在上车时齐乐一个趔趄，跟在他身后的顾行睿一把搂住他，担忧皱眉。怎么了？齐乐还沉浸在突然爆发的情绪里，是惊恐，属于安向阳的情绪。安小猫怎么了？